刚在出租屋猝死的大学生林凡，一睁眼的功夫，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豪华病房里。我操，我的手怎么跟鸡爪子一样？我变成老头了。林凡无法接受这衰老的身躯，他下意识的就想挣扎着坐起来，却发现这身体软的跟面条一样，根本不听使唤。动啊，给老子动起来啊！他这一折腾，引得刺耳警报声响彻病房，一个小护士尖叫着冲了进来。赵董，您千万别乱动！医生快来，病人不行了！医生火急火燎的赶到，看到赵天雄的状态，赶紧进行了一番急救，总算让警报停了下来。赵董，您绝对不能再激动了，您是癌症晚期，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我还能挺多久？恕我直言，您剩下的时间最多还有3天。刚穿越就面临2次死亡，这剧本简直坑爹！就在林凡被死亡的恐惧彻底吞噬时，一个极其少女心的粉红色系统界面强制弹了出来。系统。作为一个资深网文读者，林凡瞬间激动起来。可当他看清系统界面的名字“心动终结校花图鉴”之后，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被浇灭了。叮，心动校花图鉴系统已绑定，宿主校花心动之旅即刻启程哦。校花，我这身体别说攻略校花了，多看2眼都像耍流氓。医生生怕这位百亿神豪死在自己医院，砸了招牌。正好他那盼着分家产的侄子赵坤找上门来，两人一拍即合。就这样，根本做不到反驳，林凡就被当成一件晦气的行李，强行办理了出院，打包送回了家。我靠，本来命就不长，旁人还巴不得我死，这还怎么玩？被退货回别墅的赵天雄虚弱的陷在沙发里，像一滩烂泥。3个美女租客看着他，眼神各异，没一个好脸色。一代枭雄落得这个下场，令人唏嘘啊！自作自受罢了。我住这3个月，他给我涨了6次房租，不交钱就赶人。你看他那些亲戚，谁会来看他？都在外面争他遗产呢。说完，两人便自顾自地回了房间。客厅只剩下最胆小的夏婉婉和快要断气的赵天雄。夏婉婉的手机突然响起，她接通电话，那头的声音蛮横无理。夏婉婉，我告诉你，今晚的直播，你要是敢不穿那件衣服，就等着赔300万违约金吧。王总，那件衣服太暴露了，我只是个唱歌主播。电话被粗暴的挂断，夏婉婉抱着膝盖，绝望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赵天雄脑内的恋爱系统终于有了动静。新手任务发布，请宿主展现你的男友力，为音乐系校花夏婉婉解决眼前的麻烦。面对系统发布的男友力任务和眼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夏婉婉，只剩3天寿命的林凡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反正都要死了，最后装个逼也不亏。赵天雄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金龙拐杖重重地往地上一顿，发出的声响吓了夏婉婉一跳。丫头，夏婉婉抬起泪眼，不解地看着这个她一直很讨厌的欺负你的人是谁？告诉你有什么用？逼租最狠的就是你，还能替我出头吗？名字、公司。夏婉婉被这老头突然爆发的气势震慑住了，虽然觉得荒谬，但还是鬼使神差地说了出来。他叫王大海，是飞梦传媒的老板。手机给我。夏婉婉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只见赵天雄颤颤巍巍地拨通了一个电话。老陈，是我。董事长，您身体怎么样？收购一家叫飞梦传媒的公司，给一名叫夏婉婉的姑娘解约，10分钟内我要见到结果。说完，赵天雄便挂瘫倒在沙发上，剧烈地喘息起来。这赵老头平日小孩跪着磕头都不肯给钱，涨房租比翻书还快，冷血无情，为什么会突然大发善心？他想干什么？以为用钱就能收买我吗？不会最后还想跟我睡觉吧？夏婉婉还在胡思乱想，她的手机突然疯狂地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正是那个让她恐惧的王大海。夏婉婉颤抖着接通电话，还没等她开口，电话那头就传来了王大海杀猪般的哭嚎：夏姑奶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合同我撕了，我给您磕头了，求您跟您背后的大佬说一声，别再搞我的公司了，求您了。夏婉婉目瞪口呆，大脑一片空白，傻傻地看着眼前快要断气的老头。就在这时，赵天雄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新手任务完成，检测到宿主成功展现了超能力男友力，奖励发放，活力加10。有用，真的有用，这个沙雕恋爱系统真能续命。他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这口久违的顺畅的呼吸让他几乎要流下泪来，就连他那张死灰色的脸也奇迹般的恢复了一丝血色。听到动静的秦若雪和叶冰兰也从房间走了出来，正好看到夏婉婉呆若木鸡的样子和状态明显不对的赵天雄。呼吸平稳了，面色也有了血气，这绝不是好转的迹象，这是回光返照。面对秦若雪回光返照的专业诊断，叶冰兰和夏婉婉的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看来是时候准备后事了。听着3人的议论，感受着体内变化，林凡只想发笑。回光返照，老子这是原地复活。为了验证这股力量，赵天雄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竟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这一幕让3个女孩都惊呆了。就在这时，别墅大门被人用钥匙打开，赵坤带着一份文件，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3位，我二叔的后事我都安排好了，你们也该滚蛋。话说到一半，他看见本该在沙发上等死的赵天雄竟然站着。赵坤脸上的嚣张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惊恐。二叔您能站起来了，您身体好些了。嘴上关心，赵坤眼神却已经开始像主人一样审视着整个屋子，最后目光落在了叶冰兰身上。二叔，您身体刚好，就别操心这些家里家外的杂事了。我今天来主要是帮您处理一下租客的遗留问题。我们和赵董的合同还没到期。合同？叶小姐，你父亲的公司破产，欠了天恒资本500万，我今天特意请了天恒的朋友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这笔钱打算怎么还？
叶冰兰，今天要么还钱，要么拿你身子来还债吧。此话一出，叶冰兰这位昔日高傲的商界女王瞬间血色尽失，身体摇摇欲坠。就在此刻，赵天雄的脑海里，系统的声音再度响起：丁，检测到冰山校花叶冰兰遭遇羞辱，请宿主维护她的尊严，展现你的守护力。又是任务，看来这救命的药也不是白吃的。罢了，前世穷了一辈子，这不得让我好好装一下。赵天雄缓缓抬起头，对赵坤招了招手：阿坤，扶我回书房，有些事要跟你一个人谈。赵坤心中冷笑，以为老家伙要交代后事，便扶着他走进了书房。门一关上，赵天雄的声音瞬间变得冰冷：让你爸准备好，把他去年在瑞士银行用你妈名字存的3个亿连本带息的吐出来，填进公司的窟窿。赵坤的瞳孔瞬间放大，冷汗浸透了他的后背。你怎么知道？让你的人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否则明天早上税务局就会知道。赵坤心里涌现出杀意，他深刻意识到这个老东西只要活着一天，就是悬在他家头上的利剑。但好在这老东西没几天活头了，自己不需要冒着风险来杀他。老东西，要不是看你快断气了，我一定弄死你。我们走。收账人灰溜溜的离开。客厅里，叶冰兰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这个刚刚还被他断定要死的老头。赵坤走到门口，回头深深的看了赵天雄一眼，那眼神里的杀机几乎要凝成实质。而此时，林凡的脑海里正享受着胜利的果实。赵坤带着杀意离去，客厅里的气氛却并未缓和，反而陷入一种诡异的死寂。别被他骗了，一个电话逼走王大海，一句话吓跑那帮收账的。谁知道赵天雄在用了什么手段？可是他毕竟帮了冰兰姐，也帮了我，也许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坏。婉婉，你太天真了。对这种人来说，所有的帮助都是明码标价的投资。他今天能帮你，明天就能让你10倍奉还。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面对三女的警惕和争论，林凡只觉得一阵头痛。救人还救出错来了，这帮小丫头片子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啊？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系统的声音终于响起：丁，任务完成，评价差强人意。宿主虽解决了危机，但未能让校花感受到守护的温暖，反而加重了其警惕心。但鉴于宿主首次完成双重任务，特此发放特殊奖励：被动光环、心动感应。心动感应，那是什么玩意儿？激活光环后，宿主可模糊感知到已开启图鉴的校花对你产生的强烈正面或负面情绪波动，表现为温暖或冰冷的体感。请宿主努力让校花们变得温暖起来吧。话音刚落，林凡瞬间感觉到2股截然不同的气流包裹了自己，一股来自夏婉婉方向，带着一丝微弱的暖意；另一股则来自叶冰兰，宛如千年寒冰，冻得他一哆嗦。我靠，这不就是个活生生的好感度晴雨表吗？还带体感反馈的，这系统真能折腾我这把老骨头。这时，秦若雪冷冷地开口了：我们走，不要理他。这种人的世界，我们不懂，也不需要懂。说完，他便扶着叶冰兰，头也不回地上了楼。夏婉婉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害怕地看了赵天雄一眼，跟着跑上去了。人一走，那股冰冷和温暖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搞半天还是里外不是人。他转身回到书房，准备研究一下资产文件，却敏锐地闻到了一丝极淡的煤气味。凭借刚刚强化过的身体素质，他立刻发现了煤气管道阀门处有被人为拧松的微小痕迹。赵坤，你这兔崽子！赵天雄没有声张，而是拿出手机调出了一个监控软件。画面中，赵坤的车刚刚驶离别墅区，脸上带着一丝阴狠的冷笑。丁，检测到宿主面临致命威胁，且冰山校花叶冰兰正处于极度冰冷状态，惩罚机制触发。惩罚任务发布，请宿主在不惊动3位女主的前提下，亲手修复煤气管道。任务失败，体力减30。面对系统发布的魔鬼任务，林凡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深深恶意。这才能动几根手指头，系统反手就要我的命，这不是要把人搞疯吗？人命关天，他不敢耽搁，只能拖着这副60岁的身躯，悄悄潜入了别墅1楼的厨房。厨房里一片黑暗，林凡不敢开灯，生怕惊动楼上的3个女人。他循着煤气管，像个笨拙的小偷，摸索到管道总阀的位置。借着窗外惨淡的月光，他看到了那个被动过手脚的阀门接口，一丝丝煤气正从那里丝丝的溢出。他从旁边工具箱里找到一把扳手，准备将螺丝拧紧。然而这具衰老身体的力量远比他想象的要弱。动啊，螺丝钉，你为什么不动？他用尽全力，扳手却只是在螺丝上划了一下，发出咔嗒一声轻响。而他的身体因为瞬间的脱力，重重的撞在了身后的橱柜上。咣当一声，橱柜上的一个不锈钢盆掉在了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坏了！楼上传来了开门和下楼的脚步声。林凡急中生智，迅速钻进了旁边的橱柜，并关上了柜门。厨房的灯被打开了，秦若雪穿着睡衣，一脸警惕地走了进来。什么声音？难道进贼了？他环顾四周，看到了掉在地上的盆，捡了起来，却没有发现其他异常。就在他准备关灯离开时，鼻子忽然抽动了一下，怎么好像有股煤气味？他的脸色瞬间变了，立刻走向了总阀门。躲在橱柜里的林凡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如果被秦若雪发现阀门是松的，他一定会报警，到时候赵坤的阴谋不一定败露，自己这个半夜修煤气的诡异行为肯定会百口莫辩。别看，千万别看啊！
就在秦若雪即将伸手检查阀门的瞬间，林凡脑内的系统突然传来了冰冷的提示音：警告你已被秦若雪发现，任务失败，执行惩罚，体力减30。一股无法抗拒的虚弱感瞬间席卷全身，仿佛生命力被瞬间抽走了大半。林凡眼前一黑，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更要命的是，因为身体机能的骤然衰退，他再也憋不住，发出一阵剧烈而痛苦的咳嗽声。这突如其来的咳嗽声把秦若雪吓了一大跳，她循着声音猛地拉开了林凡藏身的橱柜门。月光下，只见赵天雄蜷缩在狭小的空间里，脸色惨白如纸，额头上全是冷汗，正痛苦地捂着胸口，仿佛下一秒就要断气。赵天雄，你躲在这里干什么？而林凡的脑海里此刻正回荡着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与医学院校花秦若雪达成深夜独处、近距离接触等多个恋爱前置条件，主线任务正式解锁，主线任务发布。获得秦若雪的专业医疗救助，让她为你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面对秦若雪的质问，被惩罚掏空身体的林凡连想个借口的力气都没有了。嗨嗨，厨房有煤气味，我来看看。说完，他眼皮一翻，竟真的昏了过去。演不动了，爱咋咋地吧。喂，赵天雄，你别装死。作为一名专业的医学生，秦若雪立刻蹲下身，开始检查赵天雄的状况。她先是看了看鼻息，随即又搭上了脉搏。脉搏微弱，呼吸紊乱，这根本不是装的。他的生命体征比在医院时还要差，已经快死了。他没时间多想，也顾不上业务，救死扶伤的本能让他立刻做出了判断。喂，醒醒，不能睡。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将这个高壮的老头从橱柜里拖了出来，半扶半扛地弄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客厅里，秦若雪从自己的医疗箱里拿出听诊器和血压计，开始对昏迷不醒的赵天雄进行全面的检查。而此时，林凡的脑海里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丁，主线任务，获得秦若雪的专业医疗救助，任务进度10%、30%、70%。躺着不动就能完成任务。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秦若雪检查完，发现赵天雄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心跳几近停止。不行了，自主呼吸衰竭，必须立刻进行心肺复苏。他双手交叠，开始用力按压赵天雄的胸口，而林凡的内心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卧槽，按哪里呢？不对，心肺复苏后面是不是还有人工呼吸？在进行了一组胸外按压后，秦若雪看着眼前这张满是皱纹的脸，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和嫌恶，但最终医者的使命感战胜了一切。他深吸一口气，微微俯下身，捏住赵天雄的鼻子，对着他的嘴唇毅然决然地硬了上去。双唇接触的一瞬间，林凡的脑海里仿佛有烟花轰然炸开。亲上了，真的亲上了，这就是初吻的感觉吗？软软的，香香的，血赚，这波穿越血赚啊！林凡享受着这迟来的灵魂初吻，内心还不忘回味。虽然身体是60岁的，但这体验感绝对是100分，值了，就算现在就死也值了。秦若雪开始向他口中吐气，然而就在气体交换的瞬间，一股淡淡的煤气味顺着他的呼吸冲入鼻腔。秦若雪猛地抬起头，美眸中充满了震惊与困惑。这是煤气的味道，为什么他嘴里会有煤气味？他下意识地看向厨房的方向，一个离谱的念头在他心中形成。半夜，厨房，煤气中毒般的症状和他口中的味道，难道他真是为了阻止煤气泄漏，才把自己弄成这样的？这个念头让他心头一颤，在看向沙发上这个被自己刚刚亲吻过的老头时，眼神中的厌恶第一次悄然减少了1分。奖励发放，活力加50，并解锁特殊道具真爱续命卡体验版。一股磅礴的生命暖流瞬间席卷了林凡的四肢。这奖励也太猛了吧，爽，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真爱续命卡体验版本，当宿主遭遇致命危险时，可自动触发，通过消耗暧昧能量为你抵挡1次致命伤害。PS， 真正的真爱是愿意为你挡刀的哦，亲。神他妈真爱续命卡，还暧昧能量，你这系统能不能正经一点？不过能挡1次致命伤害，倒也不错。林凡感觉自己又能再活500年，一股洪荒之力快要从他身体爆发。不行了，憋不住了，这生命力长得比我的血压还快，再装下去要爆了。他缓缓地睁开了眼，而秦若雪还保持着俯身的姿势，正准备进行第2轮人工呼吸。两人四目相对，近在咫尺。他看着赵天雄那双原本浑浊，此刻却变得如星辰般清澈明亮的眼睛，大脑一片空白。你刚才渡过来的气有点少啊。客厅的空气在赵天雄那句骚话出口的瞬间彻底凝固了。啊！他猛地直起身子，脸颊瞬间涨得通红，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你不是昏迷了吗？刚才是昏过去了，不过现在醒了，辛苦你了，秦医生。要不是你，我这条老命恐怕就真交代了。他的眼神清澈，语气诚恳，完全没有了之前那种垂死的虚弱感，反而中气十足。这副状态让秦若雪看得目瞪口呆，一个荒谬的念头从心底升起：你的身体怎么回事？刚才还生命垂危，现在怎么精神起来了？秦若雪不敢相信自己的专业判断，她再次拿起听诊器贴在了赵天雄的胸口，那强劲有力的心跳声通过听诊器清晰地传到他的耳中。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的心跳、脉搏、血压全都恢复到了一个正常人的水平，这根本不科学。难道之前的病危报告是误诊？林凡看着他震惊的表情，心中暗笑：小样儿，吓傻了吧？哥，这叫锁血挂，懂不懂？他没有解释，而是将话题引到了关键点上。
秦医生，你刚才是不是闻到煤气味了？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让秦若雪瞬间回神。她想起自己口中尝到的那个味道和那个可怕的猜测。对，就是煤气味。我刚才给你做人工呼吸的时候，从你嘴里闻到的。说完，他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脸刷的一下又红了。赵天雄点点头，语气波澜不惊，仿佛在说一件小事。阀门被人拧松了，我发现的时候味道已经很浓了。正是这种轻描淡写的陈述，反而给了秦若雪更大的冲击。他发现煤气泄漏，拖着病危身体修阀门，所以嘴里才有味道。他知道我们在楼上睡觉，怕出事，所以才一个人下来处理。结果因为气体和紧张，引发了心脏问题，倒在了橱柜里。所以他不是在装神弄鬼，他是真的为了救我们3个人，差点死了。看着眼前这个刚刚还被自己厌恶、鄙视的糟老头，一时间愧疚、震惊、困惑、敬佩，无数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秦若雪彻底说不出话来。赵天雄看着他动摇的眼神，决定再加一把火，沉声开口：“秦医生，这件事千万不要声张，更不要报警。为什么？这可是谋杀未遂。因为这是家事。”赵天雄没有明说，但家事2个字已经透露出足够多的信息。这件事我会处理。面对赵天雄那不容置疑的强大气场，秦若雪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把所有疑问和反驳都咽了回去。好，我知道了。他第一次对面前这个老人产生了崇拜和敬畏，不仅仅是因为财富和地位的差距，更是对生死和阴谋都泰然处之的强大心态。很晚了，你也吓坏了，早点回去休息吧。今天的事多谢了。说完，赵天雄便站起身，慢悠悠地走回了自己的书房，留下秦若雪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乱成一团。不知过了多久，秦若雪才走上2楼。走廊里，夏婉婉和叶冰兰正焦急地等着她。夏婉婉看到秦若雪，立刻迎上来，担心地询问：“若雪姐，你没事吧？刚才下面发生了什么？”原来刚才客厅的动静把他们2个也惊醒了。没事，只是有点意外。是那个老家伙对你做什么了？不，他没有，恰恰相反，是他救了我们。什么？厨房的煤气被人动了手脚，泄漏了，是他发现的，还因此心脏病发作，差点救。秦若雪没有说人工呼吸的事，只是简略地叙述了他推断出的真相。听完这番话，夏婉婉和叶冰兰都愣住了。天哪，煤气泄露，那我们岂不是全会死？还救了我们那个糟老头子。这个事实像一块巨石投入湖中，在3个女孩的心里都掀起了滔天巨浪，彻底颠覆了她们之前的认知。与此同时，书房内，林凡坐在老板椅上，并没有休息，而是调出了别墅的内部人员资料。赵坤能那么顺利地进来动手脚，还没有触发警报，一定是有人从内部接应。张妈，我那原主最信任的女仆，呵，真是讽刺。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丁，检测到与3位校花的关系均已破冰，宿主个人魅力微光已点亮，心动感应光环被动升级为关系晴雨表。关系晴雨表，宿主可随时查看与攻略目标的关系状态，状态分为仇视、厌恶、冷漠、普通、友善、信赖、暧昧、清新。女孩子的心像天气，要时刻关注哦。秦若雪友善，夏婉婉普通，叶冰兰冷漠，呵，总算不是全员红名了。赵天雄关掉面板，眼神重新变得锐利。这个功能倒还算实用，这至少让我知道努力有没有白费。那么接下来是时候跟我那个好侄子好好算算账了。第2天清晨，别墅餐厅的气氛异常凝重。秦若雪、夏婉婉、叶冰兰3人坐在餐桌旁，看着眼前丰盛的早餐，谁都没有动。他们时不时的交换眼神，显然昨晚的惊魂一夜还让他们心有余悸。张妈像往常一样，将一杯热牛奶放到餐桌上，脸上带着惯常的谦卑的笑容。3位小姐怎么不吃呢？是不是早餐不合胃口？没有，张妈，我们只是没什么胃口。就在这时，赵天雄拄着手杖从楼梯上缓缓走了下来，他的步伐沉稳，面色红润，完全不像一个昨天刚从鬼门关回来的病人。3个女孩看到他，表情都变得有些复杂。怎么都不吃？他拿起一片吐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平静地开始用餐。张妈看到赵天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慌，但很快就掩饰过去。老爷，您身体好些了吗？昨天可把我们吓坏了。死不了。张妈，你在我们赵家多少年了？回老爷，整整20年了。20年？人生能有几个20年？我待你不薄吧？老爷待我恩重如山。那你的恩就是这么报的？赵天雄将一张银行转账记录的打印单甩在了餐桌上。昨天下午5点，赵坤给你转了50万，让你关掉别墅西侧的安防系统，再给他留一扇方便进出的后门。我说的对吗？此话一出，餐厅内一片死寂。秦若雪3人更是惊得瞪大了眼睛，原来昨晚的一切竟然是内外勾结。张妈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老爷饶命啊！我也是被逼的。坤少爷拿我孙子的前途要挟我，我不得不从啊。你的孙子的命是命，我这条命还有这3个姑娘的命就不是命了。他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地上的张妈，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收拾你的东西，滚出赵家！我给你1个小时。说完，他看也不看瘫倒在地的张妈，转身对3个目瞪口呆的女孩说：“吃饭，吃完饭跟我去个地方。”
加长劳斯莱斯平稳地驶向市中心，车内的气氛压抑到可怕。夏婉婉在手机上飞快打字，和粉丝互动，眼神时不时瞟向赵天雄。若学姐、叶姐姐，你们说赵大爷这是要去公司吗？看路线是的，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带上我们，还能为什么带3个证人去看戏？此话一出，夏婉婉和秦若雪都愣住了。看戏？看什么戏？豪门争产，还是现场抓小三？你这网络小说看多了吧？可能比小说还精彩。叶冰兰的话成功勾起了另外2人的好奇心。很快，劳斯莱斯缓缓停在了天雄集团总部的楼下，司机为他们拉开车门，3人下车，抬头看着这栋熟悉的商业地标。不行，得发个朋友圈，假装自己在谈几10亿的大项目。你能不能正经点？叶冰兰目光一直锁定在赵天雄身上，开口问道：“赵先生，您今天要见的是您的侄子赵坤先生吧？”他直接点破了窗户纸。赵天雄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中闪过一丝赞许。聪明的小姑娘，走吧，别让主角等急了。他拄着手杖，带着3个心思各异的女孩，径直走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厦1楼大厅。众人刚一进门，震耳欲聋的闪光灯和喧哗声就扑面而来。夏婉婉被这阵仗吓了一跳，拉着叶冰兰的衣角：“姐姐，我们是不是不该来呀？这是新闻发布会，不过这更像是内部敲定什么事情。我作为侄子，理应扛起这份重担，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带领天雄集团走向更辉煌的明天。”赵坤站在台前，声情并茂地表演着。而在他的身后还坐着几位重量级人物，他们神情肃穆，默不作声，但他们的出席就是对暂代总裁一事的背书。各位媒体朋友，我伯父赵天雄因罹患癌症，时日无多，我作为侄子理应扛起这份重担。我不同意。当赵天雄的声音响彻大厅，一瞬间室内声音都戛然而止，所有人，包括台上的赵坤、赵启明和刘振华，都像见了鬼一样，死死地盯着那个缓缓走来的老人。那是赵天雄。不可能，他不是说快死了吗？这中气十足的样子，比我还健康。我的好侄子，我还没死呢，你就这么着急给我开追悼会了？赵坤经历了短暂的震惊后，脸上迅速堆满担忧和孝顺，快步下台，想要搀扶赵天雄。您怎么亲自来了？医生说您需要静养快，我扶您回去休息。他一边说，一边巧妙地用身体挡在赵天雄和记者之间，同时对着媒体大声疾呼：“各位媒体朋友看到了吗？我伯父病得很重，现在神志都不太清醒了，一定是有人蛊惑他，让他从医院跑出来的。”赵天雄并未立刻回答，而是给了身后3人一个眼神。接收到眼神，夏婉婉虽然紧张的手心出汗，但还是下意识地举起了手机，悄悄打开了录像功能。直播，我开着，你们不要乱来。就在这时，赵坤使了个眼色，几个保安立刻上来。秦若雪见状，立刻上前一步，挡在了赵天雄的身侧。请保持安全距离。赵董事长大病初愈，你们这样围上来，如果造成任何问题，谁能负责？秦若雪的话瞬间让保安们停手，记者们也下意识地停下脚步，生怕惹上医疗纠纷的麻烦。赵坤见势不妙，对着赵天雄一跪，声泪俱下：“伯父，您别闹了，天雄集团有我呢，您就安心养病吧。您这样我很担心啊。”好一招以退为进，从一个篡位者变成了孝子贤孙，倒是显得我在胡闹，不在乎身体了。台上的赵启明和刘振华也反应过来，开口附和：“是啊，大哥，您身体要紧，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别在这儿让外人看笑话啊。”老赵，听我们一句劝，您快回医院躺好，这边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一时间，赵坤一方人多势众，仿佛是赵天雄做的不对。但面对众人的劝说，赵天雄突然笑了笑：“担心我的身体也好。”赵天雄目光转向赵坤，语气平淡地问道：“我的好侄子，既然你这么关心我，那你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昨天深夜你要派人潜入我的别墅，明松厨房的煤气阀门？”这句话如同一颗炸弹，在大厅里轰然引爆，所有人都被震得头皮发麻。赵坤脸上更是血色尽失：“你胡说，血口喷人，我没有，这是污蔑。”赵启明和刘振华也是一脸震惊和骇然，他们完全不知道还有这种事儿。赵天雄根本没理会赵坤的辩解，而是看了一眼身边的秦若雪。秦医生，你是昨晚的亲历者，也是第一发现人，你来告诉大家，我说的是不是事实？秦若雪上前一步，面对所有镜头，冷静而清晰地开口：“我可以证明，昨晚11点左右，赵董事长的别墅的确发生了严重的煤气泄漏，原因是厨房煤气总阀被人为拧松，而且我们有监控录像，可以证明潜入者是赵坤。赵董事长为了救我们而病发，是我为他进行的急救，我可以为我说的每一个字负法律责任。”秦若雪专业权威的证词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谋杀这一词让现场记者都疯了，将话筒狠狠地对准赵坤。赵坤先生，请问秦医生说的是真的吗？您是否涉嫌蓄意谋杀自己的伯父？赵坤在铁证面前彻底崩溃，语无伦次。不是我，是他血口喷人，
是他们3个搞的鬼，我怎么知道这老头竟然有力气？赵坤差点说漏嘴，但旁人依然知道。面对百口莫辩的赵坤，赵天雄只是冷冷地对身后的保镖说：“报警！放开我！你们干什么？我是公司的代总裁，我是赵家人。从现在起，你什么都不是。”赵坤被2名保镖不容置疑地拖了出去，他的嘶吼声在大厅外显得格外可笑。赵天雄转身，用手杖轻轻敲了敲地面，对着所有记者：“今天让各位见笑了，天雄集团，我赵天雄没死，想看我笑话的，恐怕要失望了。”他平静地说完，便转身带着3个女孩，在一众记者敬畏的目光中走向专属电梯。我的天，刚刚真吓死我了，差一点我就要走到赵大爷前头了。他说完，不经意间地靠近了赵天雄半步，像小猫一样抓住赵天雄袖口。赵先生，不建议您再经历这种场面，您的心脏需要静养。嘿，左边一个甜心关心，右边一个冰山心疼，这待遇值了。赵天雄表面摆出一脸沧桑的样子，摆了摆手：“人老了，鬼门关前走一遭，也就看淡了。”赵先生，您可一点都不像看淡的样子，刚才您那一下可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狠。赵天雄瞥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哦，那你觉得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您现在想坐在顶楼办公室清算叛徒。我去，这女人太敏锐了，简直像肚子里的蛔虫。不对，是肚子里的女秘书。丁，宿主完成隐藏成就，不怒自威，在关键时刻展现了超越年龄的强大气场。奖励发放：精神韧性加20，身体掌控力加5。哦豁，新数值，精神韧性，掌控力，听起来比纯加血高级，感觉眼前发黑的毛病都好了不少。丁，检测到夏婉婉依赖度提升，解锁新互动，摸头杀，安抚限定。摸头杀？系统，你认真的吗？我一个60岁老头对20岁小姑娘用这招？就在林凡内心疯狂吐槽时，看到夏婉婉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赵大爷，那个赵坤他以后不会再来报复我们了吧？赵天雄看着他担忧的小脸，鬼使神差抬起了手，他犹豫了0.5秒，最终还是轻轻的落在了夏婉婉的头顶，揉了揉。放心，有大爷在，天塌不下来。夏婉婉瞬间愣住，脸颊疼的一下红了，像熟透的苹果。天啊，赵大爷他摸我头了，感觉像爷爷。不对，好奇怪，为什么心跳的这么快？丁，检测到与夏婉婉的亲密互动达成，奖励发放一次性道具甜心主播的应援扣乘1，效果在使用后可以让夏婉婉在直播中不经意间为你完美助攻1次。你已完成夏婉婉初步攻略，心动终结校花图鉴第2章圣母白月光已解锁，主线任务发布圣洁的守护，请宿主以不动声色的方式解决攻略目标秦若雪当前面临的困境。秦若雪这次帮我，等于公然得罪赵坤。赵坤在仁爱医院挂着名誉理事，他在医院恐怕不会好过。就在林凡思索之际，电梯叮的一声到达顶层，门缓缓打开。门外，秘书与一众高管早已恭敬的分列两侧，齐刷刷的90度鞠躬。恭迎董事长回归。赵天雄气场全开，拄着手杖，目不斜视的走了出去，听取公司最近的业务汇报。秦若雪跟在后面，看到赵天雄进入工作状态，觉得这里没自己事了。赵先生，既然公司事务繁忙，我就先回医院了，下午还有手术。秦医生，这次多亏了你，你作证的事，医院不会为难你吧？我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事，并没有违规。赵天雄话锋一转，语气带上一丝上位者的关怀。天雄集团每年都对仁爱医院有大额捐赠，如果院方因为这件事给你穿小鞋，那就是我们集团的失职了。赵天雄这是在告诉秦若雪，我不仅是你房东，还是你的金主，有我撑腰，你不用怕。秦若雪听懂了他的暗示，但没有接受，反而微微后退半步，保持距离。感谢您的关心，但我相信院方会做出公正的处理。好家伙，软硬不吃，让我工作不好做呀。也是。对了，上次听你说你们科室有个病人急需手术，秦若雪没想到他会记得这个，眼神有些软化。是一个小女孩，情况不太好。手续都办好了，你们刘主任应该会特事特办吧？秦若雪听到刘主任，表情重新变得冰冷，沉默了片刻，才开口说道：主任有他的考量，有他的考量，而不是已经批准了。加上这冰冷的反应，问题就在这个刘主任和那个小女孩身上。赵天雄脸上不动声色，温和的点点头。行，我知道了，先去忙吧，病人要紧。你也多保重身体。办公室的门关上，赵天雄搓着下巴看着门口，露出一副老父亲的表情。这丫头性格太直，在医院这种地方迟早要吃大亏。不行，我得罩着她。叶冰兰面无表情观察着赵天雄的一举一动，内心疯狂吐槽：不对劲，这老登绝对不对劲。刚才看夏婉婉的眼神就够慈祥了，现在看秦若雪的背影，怎么跟看自家闺女似的，眼神拉丝了都。她不是那个冷酷无情的人渣吗？还是说她想收了若雪？赵天雄回过神，对着叶冰兰的方向清了清嗓子：冰兰啊，赵董有何吩咐？帮我查个人。查谁？那个准备把您干掉的董事？不是，是仁爱医院外科一个叫刘芳的主任。办公室的空气瞬间安静，叶冰兰脸上的职业假笑僵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着鄙夷和震惊的表情。好，赵董事长，我本来以为您只是单纯的欣赏我们几个。叶冰兰踩着高跟鞋，哒哒哒的走到办公桌前，按下拍桌上。现在我懂了，您这是嫌一个不够，准备把我们3个一网打尽，对不对？赵天雄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你胡说什么？我操，他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颜色废料？我只是想做个任务续命啊，怎么就成了衣冠禽兽了？赵天雄口上说着，但想到叶冰兰口中说的画面，身体某个地方倒是诚实起来。叶冰兰完全不信，用一种极度怀疑眼神上下打量他，尤其看着赵天雄裤子被扯起来，更是明白了什么。都懂，你想追秦若雪，那个刘主任是绊脚石，所以让我这个专业人士去帮你扫清障碍，对吧？天啊，这老登真是变态，一个甜心主播，一个冰山医生，再加我一个前女总裁，都癌症了，还想玩这么花的，太恶心了！警告！警告！攻略目标：叶冰兰，因产生严重误会，对宿主人品产生极度怀疑，精力值减20，当前关系，警惕的工具人。我靠，还带倒扣的，不行，再让他误会下去，我这任务别说做了，老命都要被他弄没。赵天雄老脸涨得通红，一半是气的，一半是心虚。他猛地一拍桌子，喊道：“你想哪儿去了？我是那种人吗？我那是出于对合作伙伴的纯洁关心，对纯洁的关心。”哦，纯洁到需要动用商业间谍手段了。赵天雄知道解释不清了，只能下血本。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直接甩在桌上。别废话，这是天启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帮我把姓刘的查清楚，我就帮你把天启投资的 CEO 换成你的人，这个好心够不够？看到天启投资4个字，叶冰兰瞳孔猛地一缩，迅速拿起文件，脸上瞬间燃起复仇的火焰。她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文件，饶有兴致地看着赵天雄。赵董，您这手笔可真是让我越来越看不懂了。少废话，就说干不干。叶冰兰轻笑一声，将文件抱在胸前，一双美目直勾勾地盯着赵天雄。干，当然干，这么大的筹码，我没理由拒绝。他话锋一转，语气里带着一丝狡黠。不过，赵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有更简单的办法？什么意思？叶冰兰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了点自己的嘴唇，眼神变得暧昧起来。您何必搞得这么麻烦？一座冰山可不好融化。不过，万一，我是说万一，您要是能让我叶冰兰心动，我倒是不介意您对我做什么事。叶冰兰说话时，嘴角瞬间飘出粉色桃心，她对着赵天雄眨了一下眼睛，好像有电流打来。而且我能做的可比秦医生有趣多了哦。卧槽，这女人在说什么虎狼之词？她在勾引我？不对，她在调戏一个60岁的老头，这画面太污了，我的20岁纯洁心灵受到了暴击。丁，检测到攻略目标叶冰兰，因发现宿主的反差萌特质，解除了负面认知，精力值-20已清除，当前好感度+10，关系修正为有趣的合作伙伴。啥玩意儿？调戏我一次，好感度就涨了？这小灯不对劲，不会是那什么压抑久了，现在老幼都不放过？警告，攻略目标叶冰兰发起的主动调戏，宿主心率瞬间飙升，生命体征出现剧烈波动，请宿主保持冷静，否则系统将强制休眠。赵天雄被系统警告，吓得一个激灵，老脸涨成了猪肝色，指着叶冰兰，气得手都发抖。你不知廉耻！叶冰兰看到他这副恼羞成怒的纯情模样，顿时笑得花枝乱颤，前仰后合。哈哈哈哈，逗你玩呢，赵董，您这反应也太可爱了吧！我还以为以您的身份肯定身经百战。我能不可爱吗？再不冷静点，我就要被电击了。叶冰兰笑够了，收起玩闹的样子，潇洒一挥手里的文件。行了，看在您这么纯情的份上，我相信你不会对若雪干什么坏事，这活我接了。明天早上等我消息吧。叶冰兰扭着腰，像得胜的女王一样，哼着小曲儿离开了办公室。赵天雄一个人瘫在老板椅上，感觉身体被掏空。他擦了擦额头的虚汗。这3个女人，一个比一个要命，这条老命不好续啊！巨大的落地窗外，晨光熹微。赵天雄坐在餐桌主位上，面前摆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豆浆和稀饭，十分接地气。夏婉婉穿着可爱的围裙，像小媳妇儿一样把小笼包端上桌。赵大爷，快尝尝我新学的灌汤包，叶姐也一起吃呀。叶冰兰一身干练的职业装，与这温馨的画面格格不入。她抱着手臂，靠在门边，看着赵天雄的早餐，嘴角抽了抽。真搞不懂这老登的想法，坐拥千亿，病成这样不去医院躺着，早上还要吃下碗碗的豆浆稀饭，真是老色批。还是年轻好，熬夜做饭都精神焕发。叶冰兰从随身公文包里抽出一份牛皮纸袋，拍在桌上。桌上的文字我给您拍扁了。什么文字呀？没什么，你先吃。赵天雄拿起文件袋，拆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了几张纸。儿子刘洋澳洲留学，每年学费生活费高达100万，妻子名下拥有3处高级公寓，均在近2年内全款购入。与医疗器械公司总监张伟往来密切，账户流水异常。嚯，真是个大蛀虫！一个科室主任，年薪撑死50万，哪来的钱干这些事？吃相也太难看了。不错，一夜之间查得这么清楚。我出手向来只看结果，这位刘主任私生活混乱，贪得无厌，在科室里搞一言堂，早就天怒人怨了。最关键的是，那家器材公司就是赵坤小舅子开的，刘芳就是赵坤安插在医院里的一条狗。原来如此，
拔出萝卜带出泥。赵董，资料我给你了，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直接把证据甩他脸上，逼他滚蛋，还是交给医院纪检委？赵天雄摇了摇手指，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不，那样太便宜他了。秦若雪不想救死扶伤吗？那我就送他一份大礼，让他亲自给这条蛀虫做一场切除手术。秦若雪刚结束一台手术，身体疲惫地走向主任办公室。那个小女孩的病情不能再拖了，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让刘主任签字。办公室门口，秦若雪正要敲门，却听到里面传来刘芳主任猥琐的调笑声。听说了吗？咱们科室高岭之花秦若雪本是舰长啊，现在搭上天雄集团那个快死的老董事长了。门外的秦若雪听到这话，气得浑身发抖，她猛地推开门。刘主任，请你嘴巴放干净。刘芳看到秦若雪，非但不收敛，反而更加兴奋，从椅子上站起来，啧啧有声。哦，说曹操就到，怎么我说错了吗？刘芳凑近秦若雪，压低声音说出最恶毒的话。我还真是佩服你啊，秦医生，为了往上爬，连半截身子都入土的老头子都肯下手，怎么样？伺候那种老东西，是不是得特别卖力呀？秦若雪气得眼圈发红，扬手一巴掌扇过去。你无耻！刘芳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言语中却有几分嫉妒的意思。无耻？我再无耻，比得上你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急着给那个小丫头做手术，不就是想在老头子面前表现你的善良？好多要点赏钱，想签字可以啊，你去求老头嘛，看他能不能从病床爬起来。就在两人剑拔弩张之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院长秘书探进头来，表情古怪。刘主任，秦医生，王院长请你们去他办公室一趟。刘芳以为是院长要为赵坤出头，收拾秦若雪，得意的冷笑。哼，报应来了吧？走，让院长也评评理，看看你这种靠身体上位的医生，配不配待在仁爱医院。他整理了一下白大褂，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仿佛已经胜券在握。刘芳哼着小曲儿，一脚踹开院长办公室的门，咋咋呼呼地喊道：院长，你可得给我做主，我们科室的秦若雪，她……然而他只说了一半，声音就卡在了喉咙里。只见本该坐在主位上的王院长，此刻正像个服务员一样，恭恭敬敬地弯腰站在一旁，而在他的位置上，赫然坐着一个手拄金龙拐杖的老人赵天雄。赵董，您不是？您怎么？赵天雄仿佛没看到他的失态，脸上带着和蔼的微笑，对秦若雪招了招手。秦医生，来坐。站了半天手术，累坏了吧？他指了指自己身边的沙发，那亲昵的态度仿佛在招待自家人。随后又瞥了一眼处置的刘芳，慢悠悠地开口：刘主任，你想说我怎么了？我没死，你很意外吗？刘芳的冷汗浸透整个后背，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全被正主听见了。赵天雄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烫金的邀请函，轻轻放在桌上。我今天来就是想用你口中的废纸跟王院长商量，成立一个特殊病症专项研究基金。听说刘主任在资金运用上经验丰富，我想请你来担任这个基金的财务总顾问，负责审计医院过去3年所有的对外采购账目，你看如何？刘芳听到审计和过去3年这几个字，眼前一黑，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了地上。赵天雄不再看他，而是郑重地将那张邀请函推到了秦若雪的面前。秦医生，现在我把刀和钱都交给你了，去做你想做的事吧。秦若雪看着桌上那张烫金的邀请函，又看了看面前这个为他扫平一切的老人，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怎么，秦医生这把刀不合手吗？秦若雪没有去接那张象征巨大权力的邀请函，她的目光越过所有人，仿佛看到了病房里那个正在等待救治的小女孩。赵先生，我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个，我现在就要给那个孩子做手术，必须有人签字授权，马上。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愣住了，王院长和赵天雄都没想到，在这个权力交接、大仇得报的顶点时刻，他首先想到的竟然还是病人。刘芳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拿起笔，我签，我现在就签。秦医生，您先救人。刘芳颤抖的手在同意书上画下了歪歪扭扭的名字。秦若雪一把夺过同意书，转身就往外冲。我现在立刻去安排手术。赵天雄看着他焦急的背影，眼神中闪过一丝真正的欣赏和动容。等一下，秦若雪停下脚步，回头不解地看着他。赵天雄将那张邀请函轻轻放在桌上，语气平淡却充满了力量。这把刀我先替你收着，你安心去做你的手术。等你从手术台下来，我保证这里的一切都会干干净净。秦若雪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头也不回地冲向了手术室。办公室的门被关上，赵天雄脸上的温和瞬间消失，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刘芳和王院长，把这位刘主任请到隔壁会议室，让他好好想想，过去3年拿了多少不该拿的钱，签了多少不该签的字。王院长，给你1个小时，把德康器械的所有资料放到我面前。是，我马上去。医院的最高层被无情清扫，林凡脑海里系统提示音如约而至。主线任务：圣洁的守护，完成度100%，检测到宿主完美达成任务条件，评价卓越，正在根据宿主的守护行为生成恋爱奖励，生成完毕。
来了来了，不枉老夫费这么大劲。解锁秦若雪专属被动技能圣洁庇护。圣洁庇护，当秦若雪对你产生信赖或感激等正面情绪时，她的医者人心将化为一道圣洁的庇护，使宿主免疫所有常规疾病。卧槽，这奖励牛逼啊！免疫常规病，还加抗性，这不比直接加血高级多了？获得一次性错位道具天使的急救手册。天使的急救手册，一本看似普通的医学手册，当宿主生命垂危时，此手册会自动发光，并以导航形式指引秦若雪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你，并为她解锁一次超常发挥的急救能力。别担心会死在无人知晓的角落，你的专属天使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等于给我绑了个拥有 GPS 和抱枕的奶妈，我喜欢，而且以后也不会感觉到病痛了，行动起来方便不少。赵天雄直起腰杆，病痛消失，感觉浑身有劲儿。检测到攻略目标，秦若雪对你的信任度大幅提升，当前关系修正为信赖的依靠。一场长达数小时的高难度手术后，秦若雪带着一脸疲惫却又如释重负的神情回到了别墅。夏婉婉立刻从沙发上跳起来，像只小兔子一样迎上去，递上一杯温水。若雪姐，你回来了，手术怎么样？顺利吗？很顺利，小姑娘已经脱离危险了。叶冰兰坐在单人沙发上，一边翻看着财经杂志，一边头也不抬地问道：医院那边的烂摊子都处理干净了？王院长下午亲自宣布，刘芳因为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犯罪，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了。那个基金会也正式成立，所有流程都办好了。夏婉婉满脸星星眼，满脸崇拜地看向正闭目养神的赵天雄。哇，赵大爷也太厉害了吧，简直就像小说里的霸道总裁。小丫头真会说话，不过这圣洁庇护的被动真不错，一下午精神好得很，连个哈欠都没打。秦若雪的目光也落在了赵天雄身上，眼神中不再有厌恶，而是充满了探究和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感激。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行事霸道，却又心存善念，看似为老不尊，做的却都是惩恶扬善的事，完全看不透。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叶冰兰忽然啪的一声合上了杂志，发出的声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叶冰兰环视着夏婉婉和秦若雪，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冷笑。姐妹们啊，可都得当心点了。咱们这位赵大爷又是送公司又是送基金的，我看他啊是想在最后这点时间里把咱们3个一口吞下呢。叶冰兰说一口吞下的时候，还故意做了个啊呜的口型，眼神里全是戏谑。夏婉婉和秦若雪的脸唰的一下都红了。赵天雄一口气没上来，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我操，这女人嘴巴里是装着刀片吗？什么叫一口吞下？我有那么禽兽吗？虽然这狗系统好像确实要让我做这种事。你胡说八道，我那是纯洁的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哦，是吗？纯洁到需要用几千万的关爱来开路。赵董，您这关爱的成本可真够高的。赵天雄被对得哑口无言，只能板起脸强行转移话题。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我问你，我让你查的资料呢？叶冰兰见他急了，嘴角的笑意更浓，但也没再继续逗他，而是将话题拉回了正轨。赵先生，我花了整个下午复盘了您最近所有的投资。叶冰兰站起身，走到赵天雄面前，语气冰冷。您先是花几千万收购一家濒临破产的传媒公司，送给了婉婉，然后又豪掷数亿成立一个不求回报的医疗基金，交给了若雪。从商业角度看，这2笔买卖愚蠢至极，但您却用它们捕获了人心。那么，赵先生，现在是不是轮到我了？请问您又准备用什么手段来捕获我的心呢？粉色爱心警告：终极主线任务发布啦！亲，任务名称：融化冰山，请宿主展现你独特的魅力，用一场无与伦比的心动约会来俘获他的心吧。冰山虽冷，但融化后可是会变成滚烫的温泉哦！宿主加油！心动约会，没搞错吧？我一个老头子跟一个20多岁的冰山女总裁去约会，还得让她心动？赵天雄看了一眼面前气场全开、眼神冰冷的叶冰兰，而且你看她这样子，像是要去约会的样子吗？这分明是准备去刑场谈判啊！面对叶冰兰咄咄逼人的质问，赵天雄并没有回答。他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叶小姐，你知道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吗？操纵人心。不是圆梦，我圆了婉婉一个当家做主的梦，圆了秦医生一个救死扶伤的梦。赵天雄的眼神变得深邃，仿佛能看穿叶冰兰冷漠外壳下那颗不甘的心。现在我想问问你，叶小姐，你那个想要复仇，想让所有背叛你的人都付出代价的梦，需要人帮你圆吗？这句话如同一把重锤落下，让叶冰兰的伪装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你都知道些什么？赵天雄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起外套，慢悠悠地向门口走去，留给众人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换身衣服，跟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一个能让你梦想开始的地方，就当是我们俩的第一次约会吧。半小时后，换上了一身黑色晚礼服的叶冰兰，面无表情地坐在劳斯莱斯的后座。当车辆停在本市最奢华的酒店楼下时，她嘴角的讽刺几乎毫不掩饰。果然不出所料，所谓的约会，无非就是包下最贵的酒店，想办法把我拐到睡觉的地方罢了。到了，叶小姐，请下车吧。叶冰兰优雅地走出车门，抬头看了一眼高耸入云的酒店。赵先生真是好兴致，只是你的身体受得了吗？赵天雄没有解释，而是指着一部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专属电梯。不，我带你去个有趣的地方。
这里是位于城市之巅的天空酒廊，此刻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顶级的私人投资沙龙，数百名西装革履的商界名流端着酒杯穿梭其中，巨大的全息屏幕上滚动着各大上市公司的实时股价。这里是未来资本的春季闭门峰会，这是华夏最顶尖的投资峰会，入场券是一张100亿公司的推荐信，在这里一个不经意的项目就可能在明天创造一个新的商业神话。赵天雄慢悠悠地走进去，所有看到他的人都纷纷主动让路，躬身致意，嘴里喊着赵董好。叶冰兰跟在他身后，看着这众星捧月般的场景。赵天雄是这里最大的老板，但这和约会有什么关系？赵天雄径直走到酒廊最中心，一个视野最好的卡座，毫不客气地坐了下，仿佛他就是这里的主人。怎么，这里的环境比你想象的是不是差了点？别兜圈子了，这里的老板比起你也不会差太多。您带我来这种地方，总不会是想让我学习和更多人交朋友吧？赵天雄一口香槟差点喷出来，这女人真是满嘴跑火车，整得我心脏都受不了。不，我带你来是想让你亲眼看看我怎么圆你的梦。话音刚落，一个让叶冰兰恨之入骨的身影在人群簇拥下意气风发地走上沙龙中心，开始他的项目路演。叶冰兰看到那个男人，表情充满了恨意。张浩宇，赵天雄轻轻敲了敲桌子，将他的注意力拉回来。别用那种眼神看他，会过早的吓跑他。赵天雄递给叶冰兰一个平板电脑，上面正显示着张浩宇公司的内部财务漏洞。我的约会项目很简单，看完这场表演，然后告诉我你想让他怎么死。天空酒廊的聚光灯下，张浩宇正意气风发地展示着他的宏图伟业。各位前辈，我司研发的虚拟伴侣 APP 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社交软件，目前在注册用户将突破5000万，1年以内实现100亿市值。台下的投资人们发出阵阵惊叹，而卡座里，叶冰兰死死地盯着张浩宇。这个混蛋，当初就是用这个画出来的大饼，骗走了我父亲公司的所有流动资金，还骗我订婚。但很快，他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光落在了手中的平板电脑上。用户数据造假，服务器带宽虚报，研发资金被挪用去填补他私人的期货亏空，这些都是公司最核心的机密。他是怎么知道的？叶冰兰猛地抬起头，声音颤抖地问道：“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赵天雄端起香槟，轻抿一口。想知道？可以，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希望他怎么个死法？叶冰兰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复仇的机会就在眼前，但她的理智告诉她，这件事处处透着诡异。我要他身败名裂，一无所有。不够。什么？身败名裂？太便宜他了。我要你把他曾经从你那里骗走的一切，连本带利的抢回来。赵天雄一边说，一边在平板上飞快地敲击了几下，然后将屏幕转向叶冰兰。看到那个股权代持协议了吗？这是他给自己留的最后退路。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赵天雄他抬起手，指向了不远处的一位投资大佬，那是天盛资本的王总，是趁火打劫的老手。你去告诉他，张浩宇的项目有致命漏洞，你愿意帮他做空，但条件是事成之后那份代持的股权归你。叶冰兰被赵天雄的手腕震撼了，不仅知道漏洞，甚至连反击的剧本都已经写好。怎么不敢吗？还是说昔日的商业女王，如今连跟人谈判的勇气都没有了？这句话瞬间点燃了叶冰兰心中复仇的火焰。好，赵先生，我倒要看看您这场戏到底有多精彩。叶冰兰端起酒杯，径直走向天盛资本的王总。赵天雄坐在卡座里，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好戏开场。叶冰兰与王总交谈，将手中的平板电脑递给王总。王总一开始还满脸不屑，但当他看到屏幕上的内容时，脸色逐渐改变，眼神变得无比贪婪，连连点头。与此同时，舞台上的张浩宇对即将到来的风暴一无所知。他刚刚结束路演，正被一群投资人围着。张总真是年轻有为啊！这个项目我投5000万。张总，我追加1个亿，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各位太客气了，相信我，你们今天的选择将是你们这辈子最明智的投资。就在他享受着赞美时，一个冰冷的声音响彻全场。张总，在您接受大家的投资之前，能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吗？所有人循声望去，只见叶冰兰不知何时已经站上了舞台，她的身后还跟着一脸冷笑的王总。张浩宇看到叶冰兰，脸上满是厌恶和不屑。这位小姐，您扰乱了会场秩序，请马上离开，否则我要叫保安了。呵，连我名字都不肯喊了吗？既然如此绝情，也休怪我不义。叶冰兰举起手中的平板电脑，对向台下所有投资人。第一个问题，您宣称 APP 有5000万注册用户，那为什么后台数据显示有90%都是来自同一个地址的僵尸号？这句话如同平地惊雷，台下的投资人瞬间炸开了锅。什么？数据造假？你胡说，一派胡言，这是商业诽谤！保安，保安呢？保安准备走上台前，却被赵天雄一个眼神唬得不敢上前。让他说。第二个问题，您宣称项目已投入3亿研发资金，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钱会通过10几家皮包公司转手流进您的私人期货账户？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惊雷，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一颗核弹。台下投资人看张浩宇的眼神已经从追捕变成了愤怒和杀意。污蔑，这是赤裸裸的污蔑，证据呢？你有证据吗？证据，王总会给各位的。王总笑呵呵地走上前，晃了晃手机。各位同仁，我已经请了最好的法务和技术团队，实时验证了叶小姐提供的数据。另外，我还一不小心拿到了张总在瑞士银行的流水单。张总，你现在不是考虑融资的问题了，你该考虑的是，你这场金融诈骗够判多少年？王总的话成为了压垮张浩宇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双腿一软，彻底瘫倒在了舞台上。
台下的投资人瞬间变成了愤怒的债主，一拥而上，咒骂声、质问声、保安的呵斥声，将这场顶级的商业峰会变成了一场混乱的闹剧。牛啊，眼珠子都打爆了，医好了，怕也是个废人。叶冰兰静静地看着眼前这幅景象，看着那个曾经让她爱过、恨过、仰望过，也鄙视过的张浩宇，如今像一条死狗一样被众人撕扯。她的心里没有复仇的快感，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空洞。结束了，我做梦都想看到的一天，我做到了，但什么都没留下。很快，人群簇拥着张浩宇如潮水般退去，转眼间只剩下杯盘狼藉。叶冰兰缓缓地蹲下身，最终双膝跪在了冰冷的地板上，无声地流着泪，双肩剧烈的颤抖，告别他曾经愚蠢的爱情，告别他家破人亡的过去。哈哈哈，这也是我的报应。赵天雄走到他身后，将自己的西装外套轻轻地披在他的肩头。叶冰兰身体一僵，但没有回头。过了许久，他才开口问道：“那些情报你是怎么搞到的？怎么大仇得报，不想着庆祝，还在纠结这个？不搞清楚，我今晚睡不着。我复盘了100遍，也想不出谁能在一夜之间把他藏得那么深的账本挖出来。”赵天雄看着他执着的眼神，沉默了片刻，决定说一半真话。想知道？其实很简单，我只是给瑞士银行的 CEO 打了个电话。什么？赵天雄摊了摊手，一脸这不是很正常吗的表情回答道：“哦，忘了说，他银行最大的私人储户就是我。我只是以担心我的资金安全为由，让他友情提供一份所有华夏级客户的可疑资金流水报告。就这么简单？嘿嘿，我总不能告诉你，我是靠系统开挂才知道的。不过用钱砸出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这个解释够霸总也够合理吧？也不算简单。我还顺便收购了给张浩宇做服务器的那家公司，他们的后台数据自然也就成了我的东西。这种降维打击般的实力差距，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震撼人心。叶冰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从最初的震惊，慢慢变成彻底的折服。起来吧，女王陛下，今天是约会，不要愁眉苦脸的。看着赵天雄那只布满皱纹的手，又看了看他那双清澈不像老年人的眼睛，叶冰兰犹豫了片刻，还是将自己冰冷的手放了上去。赵天雄用力一拉，将他从地上扶起，带着一丝调侃说道：“你看你，老等我可没几天活头了，还要花力气拉你。”叶冰兰被他一说，脸颊微红，下意识的想挣开手，却被他握得更紧。你要带我去哪？赵天雄拉着他走向酒廊另一侧的专属电梯。约会，你可不能不答应。电梯并没有去顶楼，也没有下楼，而是在一个没有标识的楼层停了下来。门一打开，眼前是一片被玻璃穹顶笼罩的空中花园。这里是？花园里没有奢华的灯光，只有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在精心布置的绿植花丛间飞舞，汇成了一条条璀璨的星河。脚下是柔软的草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和泥土的气息。花园的中央，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小圆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旁边放着一瓶还挂向前一步，踮起脚尖。在赵天雄惊讶的目光中，叶冰兰在他脸颊上印下了一个温柔的吻。赵天雄当场释放，大脑变成挺白。亲我了！卧槽，他亲我了！看着赵天雄呆滞的样子，叶冰兰脸上终于露出绝美微笑，眼角还带着一丝紧张。继续喝一杯吧，赵先生，夜晚还很漫长呢。丁，恭喜宿主主线任务融化冰山完美达成，检测到攻略目标。叶冰兰，你彻底将宿主视为可以托付一生的伴侣。关系判定：清新，正在根据宿主的守护行为与攻略目标的清新状态，生成独一无二的终极错位奖励。生成完毕。来了，最终大奖会是什么？不求返老还童，好歹也让我年轻个10岁8岁吧。终极奖励发放，解锁叶冰兰专属被动技能女王的守护烙印。守护烙印听起来很高大上啊，什么效果？女王的守护烙印被动，当叶冰兰对你产生强烈的守护或爱慕情绪时，她的女王意志将化为一道无形的烙印，为宿主承担50%的身体负荷与技能衰退。PS， 真正的女王
不仅要与你共享荣耀，更会为你分担伤痛哦，亲。啥玩意儿？分担我50%的身体负荷？这不就是把我一半的身体毛病转移到他身上了？话音刚落，一股难以言喻的轻松感瞬间席卷了赵天雄的全身。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卸下了一半的重担，脚步都变得轻盈了，连呼吸都顺畅了数倍。与此同时，对面的叶冰兰正带着绝美的微笑看着他，身体却机不可察地晃了一下。叶冰兰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后腰，眉头微微蹙起，脸上闪过一丝困惑。奇怪，怎么突然感觉腰有点酸？是今天高跟鞋穿太久了吗？赵天雄看着他的小动作，内心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我操！系统，你个狗东西，这是什么魔鬼奖励？我攻略女主，结果是让她陪我一起腰酸背痛，这要是让她知道了，不得把我剁了啊！叶冰兰强行无视的一样看着赵天雄，似乎在一瞬间变得精神焕发，心里还起了几分玩心。怎么被亲一下就这么开心？整个人都年轻了不少。赵天雄冷汗都快下来了，只能强装镇定的干笑。嗨，是啊，我还是第一次体验这么主动的，太刻骨铭心了。赵天雄看着眼前这个正是魅力四射的年纪，现在却在不知不觉间为自己分担病痛的美人，心中五味杂陈，既有感动，又有做贼心虚的后怕。不行，冲着这份分担，我也得赶紧把身体搞好，不然真让他年纪轻轻就跟我一起躺医院，那我成什么了？千古罪人啊！就在这时，赵天雄的私人手机突然震动起来。赵天雄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什么事？董事长，不好了！就在您离开公司的这几个小时里，公司的股权被人从2级市场恶意收购了15%。现在，赵坤的父亲，您的二弟赵启明，联合了魏东等几位老董事，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要罢免您。赵天雄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锐利，挂断电话，看着手机屏幕上紧急董事会的通知，嘴角却微微上扬。哼，打完小的来了老的，刚把小的送去踩缝纫机，他爹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行啊，省得我一个一个找了。叶冰兰看着他变化的脸色，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却不小心牵动后腰。哎呀，怎么还能闪到腰的？怎么了？又是哪个不长眼的得罪了老赵？哎呦，称呼都变熟了，再过几天是不是要叫上阿赵了？可小事，我那个不成器的二弟想请我喝茶。赵天雄挂断电话，脸上毫无波澜，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自信。兄弟一场，他若无情，也不要怪我无意。更衣备战。巨大的椭圆形会议厅内，坐满了公司董事赵启明和 CEO 魏东身居主位两侧，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赵天雄拄着金龙宝杖，在一众董事惊疑的目光中缓步走了进来。在他的身后跟着一身干练职业装、气场全开的叶冰兰。赵启明看到赵天雄，脸上堆满假笑，起身迎接。大哥，你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连自己创办的公司都不要了呢。赵天雄走到主位前，没有坐下，只是用手杖轻轻敲了敲桌面。我的人还没到齐，急什么？董事长，今天到场的都是集团董事，您还请了什么外人吗？话音刚落，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走进来的是穿着白大褂的秦若雪和举着手机似乎直播的夏婉婉。医生，主播，赵董这是在搞什么名堂？赵天雄，你把董事会当成什么地方了？不闹！赵天雄慢悠悠地坐下，仿佛没听见他的怒吼，只对夏婉婉说：“婉婉啊，直播间信号怎么样？今天要看戏的粉丝多不多啊？”赵大爷，您放心，几百万粉丝都等着看您怎么清理门户呢，弹幕都刷爆了。夏婉婉的直播间里，弹幕瞬间滚成一片，充满了嗜血观众的言论。我还是第一次看直播董事会的，有点意思哈。前排吃瓜，听说赵老爷子要被亲弟的赶下台了，真的假的？主播找个好角度啊，一会儿打起来记得冲第一个，礼物给你刷满。哈哈哈，老爷子还带主播来董事会，脑子怕是真的瓦特了。看来今天要完犊子喽！赵启明和魏东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他们这才明白赵天雄是要当着全国网友的面公开处刑。赵天雄，公司内务，你居然当众直播，我看你真是疯了。我建议现在开始投票，罢免赵天雄的董事长职务。我同意。赵董沉迷女色，挥霍无度，私自挪用公司资金，为这3个来路不明的女人送钱，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所有股东的利益。没错，我与集团合作几10年了，我不能接受公司为了几个女人做盲目投资。老赵，你醒醒吧，一把年纪了，别被几个狐狸精整得晚节不保。一时间，会议室里群情激愤，之前还对赵天雄毕恭毕敬的董事们，此刻纷纷倒戈，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他身后的3个女孩。夏婉婉的直播间里，弹幕的风向也彻底一边倒。挪用上亿公款泡妞，老爷子玩得挺花。这几个女的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脸心机相，肯定是捞女。老爷子马上就要破产，主播怕是抱不住老头大腿了。散了，还以为有反转，结果是老年痴呆追爱记，没意思。不是，赵老爷子不是这种人，大家相信我。大哥，看到了吗？这就是人心。你老了，没人会再跟着一个将死之人。现在带着你的3个小情人，体面的滚出去，念及你以前的贡献，大家还能让你安度晚年。赵天雄缓缓抬起头，面对所有的指责和背叛，脸上竟没有一丝愤怒，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赵启明，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说完了，夏婉婉的直播间里，在线人数不降反升，突破300万，所有墙头草观众都从赵天雄那平静的可怕的眼神里嗅到了一丝风暴来临前的味道。说完了，看来
大哥你是真的老糊涂了，还不肯接受现实。好，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念兄弟情分了。来人，请赵董下台。几个人准备上来带走赵天雄，赵天雄也终于抬起头，他没有看赵启明，而是将目光扫向了 CFO 魏东，淡淡的问道：魏东，你刚才说我挪用了上亿公款，为这几个女孩铺路，难道不是吗？这些投资记录每一笔都清清楚楚，你想抵赖也？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叶冰兰冰冷的声音打断了。在赵天雄的眼神示意下，他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投放到大荧幕上。魏总，在指控董事长之前，您是不是应该先看清楚这些投资的资金到底是从哪个账户出去的？投影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所有投资的银行流水，每一笔资金来源都指向同一个户名赵天雄。收购娱乐公司动用的是赵董的私人藏品拍卖款，成立医疗基金动用的是赵董的海外地产收益。换句话说，从头到尾，董事长花的都是他自己的钱，跟集团没有1毛钱关系。整个会议室仿佛被投入了一颗炸弹，所有董事都目瞪口呆，魏东更是额头冒汗，竭力反驳：你在撒谎，这绝对是伪造的流水单。我查过董事长的私人账户，他所有的流动资金加起来最多不超过1-2个亿，怎么可能支撑得起后面几个亿的投资？他一定挪用了公款。魏东的话让刚刚被镇住的董事们又一次动摇了，纷纷投来怀疑的目光。夏婉婉的直播间里，弹幕也再次变得疑惑。对啊，这 CFO 说的有道理啊，钱是哪来的？总不能是大风刮来的吧？我就说有反转吧，老爷子肯定还是用了公司的钱。面对魏东的垂死挣扎，叶冰兰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反而露出了一丝看白痴似的怜悯。魏总，看来你的财务报表更新的不够及时啊。投影屏幕上 PPT 翻页，左边是收购夏婉婉 MCN 公司的投入成本5000万，而右边则是这家公司被盘活后，短短1个月内，通过直播带货、广告代言等方式创造出的3个亿的恐怖利润。魏总，你只看到了董事长花了5000万，却没有看到这5000万在1个月内就变成了3个亿。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说出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的真相。所以后面成立医疗基金以及支持我复仇计划的钱，既不是来自集团公款，也不是来自董事长的私人老本，而是用我们赚来的钱。整个会议室死一般的寂静，用第一笔投资的盈利去支付第2笔、第3笔投资，雪球越滚越大。最重要的是，没有一笔投资是失败的。各位董事，我赵天雄的能力，你们都应该清楚。如果你们还想赶我走，大可以试试，但请相信，要不了多久，我依然会回到这里。但那时候，你们可就不是股东了。夏婉婉的直播间弹幕彻底疯了，山呼海啸般的崇拜和敬畏刷满整个屏幕。赵启明和魏东看着屏幕上刺眼的数据，听着耳边董事们传来的倒吸冷气声，他们知道自己输了，输得一败涂地。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秦若雪在赵天雄的示意下，默默地将那支录音笔放在了会议室的话筒旁边。我要举报赵启明、魏东等人在恶意收购天雄集团股份的过程中，涉嫌严重的内幕交易。此话一出，满座皆惊，赵启明和魏东的脸色更是瞬间变得惨白。你胡说，证据呢？没有证据就是诽谤。证据我当然有，这支录音笔是从秦若雪的医院带出来的，就让全国观众听听2位的话吧。录音笔中那段关于内幕交易的对话，清晰的会场中响起。计划很顺利，那几个老家伙手里的散股，我已经用海外账户偷偷吃下了5%，现在就等大哥病危的消息一公布，股价跌到谷底，我们就能用最低的成本完成最后的收购。还不够，必须让他死得再快一点。那个姓秦的女医生不是在赵天雄那里租房吗？他要给赵天雄多续几天，也会是个麻烦，必须想办法让他停手，或者让他从医院滚蛋。这不好办吧？他现在是医院的主治医生。蠢货，他不是负责大哥的日常用药吗？去药房打个招呼，把常规的护心药换成药性相冲的甘露醇，神不知鬼不觉，到时候老头子突发心梗死了，责任只会推到这个女医生身上，我们一石二鸟。录音播放完的瞬间，整个会场一片死寂。如果说刚才的商业犯罪还只是让董事们震惊，那么此刻这赤裸裸的篡权计划，则让所有人感到恐惧和恶寒。听着录音里自己恶毒的声音，赵启明双腿一软，彻底跪倒在地，看着这2个昔日的战友，如今像狗一样瘫在地上。赵天雄缓缓站起身，走到了夏婉婉的直播镜头前。天雄集团，只要我还在一天，就永远不属于宵小之辈。他没有去管桌上那份股权文件，而是从叶冰兰手中接过一支签字笔。冰兰，你之前提交的那份关于集团未来10年的新媒体与大健康产业战略并购计划，我看过了，写得很好。现在我正式批准了。根据董事长授权，我宣布，天雄集团将即刻启动100亿级战略资金，全面进军新媒体与大健康产业。夏婉婉的直播间里，弹幕已经彻底化作了膜拜的海洋。赵天雄满意的点了点头，看着镜头，眼神平静而威严，仿佛在对所有人宣告：天雄集团的未来将由我和我的新搭档们亲手开启。经历了白天的腥风血雨，
别墅的夜晚显得格外宁静。夏婉婉和秦若雪正窝在沙发上，兴奋地刷着手机，看着网上关于天雄集团董事会神级反转的热搜，时不时发出一阵惊叹。哇，叶兰姐太帅了！你看这张抓拍，网友都说她是财经圈第一女王，粉丝一夜之间涨了500万。赵先生的布局更是深不可测，舆论已经彻底反转了。与客厅的热闹不同，赵天雄正慢悠悠地给自己泡着一杯枸杞红枣养生茶。哎，忙了一天，还是得靠老祖宗的方子回血。这身体虽然好了不少，但底子还是虚啊。就在这时，叶冰兰穿着一身丝绸睡衣，面无表情地从楼上走了下来。她的步伐僵硬，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叶兰姐，你快来看，你上热搜第一了！叶冰兰摆了摆手，径直走到饮水机前，却并没有接冷水，而是按下了加热键。知道了，小场面而已。秦若雪作为医生，敏锐地察觉到她身体的不对劲。冰兰，你脸色不太好，是今天太累了吗？不知道怎么回事，从下午开始就感觉浑身不得劲，肩膀发酸，膝盖也有点凉飕飕的。叶冰兰揉着自己的肩膀，心里也是疑惑。她一边说，一边从橱柜里拿出玻璃杯，又从旁边的茶叶罐里熟练地抓了一小撮枸杞，扔进了杯子里。客厅瞬间陷入寂静，夏婉婉和秦若雪都像见了鬼一样，死死地盯着叶冰兰手中的那杯枸杞水。叶兰姐，你不是从来不喝这种老年人快乐水的吗？叶冰兰端着枸杞水，自己也愣住了，看着杯子里的红点点，一脸茫然。对呀，我拿枸杞干什么？我明明是想泡杯咖啡提神的，身体怎么自己就动了？而厨房里刚刚泡好养生茶的赵天雄看着这一幕，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稳，冷汗瞬间就下来了。卧槽，不会吧？连生活习惯都能同步的吗？这系统搞的事也太离谱了吧！就在赵天雄心虚到极点的时候，叶冰兰端着那杯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枸杞水，缓缓走到他面前，用一种极度怀疑的眼神打量着他。老赵，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嗨，什么问题？我的身体从昨天开始就变得很奇怪，你是不是对我做了什么？面对叶冰兰那仿佛能洞穿一切的锐利眼神，赵天雄心中警铃大作。他察觉到了，哎，也是，这么聪明的女人，怎么可能一直被蒙在鼓里？让她替我这个糟老头子分担病痛，本就亏欠她太多了。就在这时，一股探究与不满的冰冷体感从叶冰兰的方向传来，让赵天雄的愧疚感更深了一层。真相绝对不能说，但不能再用那种轻浮的态度去骗她了。赵天雄深吸一口气，收起了脸上那副高深莫测的笑容，眼神变得无比认真和诚恳。他端起自己的养生茶，朝叶冰兰的枸杞水轻轻一碰，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冰兰，有些事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请你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不会伤害你。赵天雄试图用真诚来回避问题，然而叶冰兰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缓缓摇了摇头，表情看着无奈又好笑。赵先生，你知道吗？我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处理收购后续的时候，不自觉的打了3个哈欠，所以我让助理查了一下你的作息表，发现你每天雷打不动，下午3点都要午睡半小时。赵天雄的心猛地沉了下去。还有，我今天签文件的时候，右手的小拇指总会习惯性的翘起，这个小动作和你一模一样。赵天雄彻底说不出话，他只能沉默，额角渗出一丝细密的汗珠。夏婉婉和秦若雪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已经完全被这暧昧的对峙氛围给镇住了。看着赵天雄认怂的模样，叶冰兰眼中的锐利渐渐褪去，化为一丝叹息。我不知道你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到我房间里细谈一下吧。叶冰兰说完那句别有意味的话，便转身上楼。赵天雄看着他摇曳生姿的背影，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来。卧槽，这是鸿门宴还是桃花劫？去还是不去？不，作为男人哪有不去的道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赵天雄心一横，拄着拐杖紧跟上楼。客厅里，夏婉婉和秦若雪面面相觑，眼神里写满了震惊和八卦。天哪，叶兰姐，她 A 上去了，她竟然主动邀请赵大爷进她房间。也许只是谈一些比较私密的公事。夏婉婉一脸我信你个鬼的表情，但还是不敢动作。什么公事需要到房间里谈？孤男寡女，干柴烈火，你那么担心，要不自己去看看吧？房间里只开了一盏昏黄的床头灯，空气中弥漫着叶冰兰身上淡淡的香气。她并没有坐在床上，而是靠在窗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这是你最初的医疗报告，诊断结果是癌症晚期，生命不超过3天。但是现在你不仅活得好好的，甚至比很多年轻人还有精力。叶冰兰缓缓走到赵天雄面前，伸出纤细的手指，轻轻拂过他鬓角的白发。白发变黑，你的身体正在发生返老还童的奇迹，再加上我们之间这无法解释的同步。叶冰兰抬起头，美眸灼灼地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道：告诉我，你的奇迹代价是什么？而我又在这场奇迹里扮演了什么角色？面对这双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睛，赵天雄知道任何谎言都已无用。他沉默了许久，终于长叹一口气：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只知道我的生命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和你们，尤其是和你链接在了一起。赵天雄凝视着叶冰兰，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温柔。我的每一次好转似乎都与你们有关，但是请相信我，我从来没想过让代价由你来承受。叶冰兰静静地听着，她没有追问细节，只是从这番话里感受到了那份沉重的愧疚。她忽然笑了，笑得风情万种，
带着一丝心疼和一丝女王式的狡黠。傻瓜，你以为我会在意这个吗？你不怪我。叶冰兰摇了摇头，指尖轻轻划过她新生的黑发，眼神里闪烁着危险又迷人的光芒。我只怪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一个人背负着这么多秘密。你忘了，你可是说过要给我一个花园，让我在里面尽情撒野的。叶冰兰凑近一步，温热的呼吸几乎要喷在赵天雄的脸上，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链接在了一起，你会好转，是因为我在为你分担？对不起。叶冰兰轻笑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霸道和一丝理所当然。对不起，不，你应该说谢谢你，我的男人，他的痛苦我为他分担，天经地义。这句我的男人让赵天雄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心脏狂跳。叶冰兰话锋一转，眼神变得更加玩味和具有侵略性。不过嘛，既然是链接，既然要同步，那光是生活习惯同步可远远不够。他拉起赵天雄的手，看着目瞪口呆的赵天雄，舔了舔嘴唇。坐下，我们来做一个更深入的同步测试。叶冰兰缓缓躺下，一手关掉了房间里的灯，但她的眼神依旧闪烁动人。让我看看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的一切，是不是真的能与你同步？夏婉婉和秦若雪像两只小猫，耳朵紧紧贴在门板上，听着里面的动静。同步了。也许只是赵先生做累了，所以躺着再谈呢。别动，让我来感受一下，我们到底同步到了什么地步。若雪姐，这是谈事情吗？这分明是同步测试啊，而且还是叶兰姐主导的，这也太刺激了吧？不是，赵先生这么厉害吗？这哪是晚期啊？哎呀，若雪姐，你不是医生吗？你说像赵大爷这个年纪，会不会又弄到病危啊？胡说，他现在身体好得很，腰力肯定也同步了。一夜无话，庄园已到第二天正午。第二天清晨，夏婉婉和秦若雪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坐在餐桌旁，眼神时不时地瞟向叶冰兰的卧室房门，脸上写满了敬畏二字。若雪姐，昨晚的动静也太大了，我感觉整个别墅的 WiFi 信号都跟着一起颤抖了。可那叫共振现象，是物理学范畴，很正常。就在这时，咔嗒一声，叶冰兰的房门打开了。只见叶冰兰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皮肤好得像能掐出水，眼角眉梢都带着一丝慵懒满足的魅意。紧接着，赵天雄颤颤巍巍地从他房间里挪了出来，他眼窝深陷，面色蜡黄，嘴唇干裂，走起路来双腿打颤，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果然，只有累死的牛，没有更坏的地呀。赵天雄虚弱地在主位上坐下，感觉身体被掏空，而叶冰兰则优雅地坐在他身边，将一碗热气腾腾的粥推到他面前。喝了，我特意让厨房给你熬的十全大补粥。怎么了？你们昨天没睡好？能睡好才有鬼了。两个不知羞的。叶姐姐被先吃掉了，不会下一个就是我被吃了吧？叶兰姐，赵大爷身体好像很虚的样子，不会出事吧？没什么，完不过是从他那里把东西要了回来，谁让他不肯跟我说同步的事情？同步？原来之前你们就同步了。从医学角度讲，长时间同步确实会对年长的一方造成压力，不过没关系，多吃点生蚝和韭菜可以固本培元。赵天雄一口粥差点喷出来，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你们三个够了啊！我不要面子的嘛。我们昨晚明明只是学术探讨，好吧，虽然过程也差不多。就在早餐即将结束时，秦若雪放下了筷子。赵先生，但从医学角度看，你身体出现的剧烈变化极不寻常，我必须对你负责。现在跟我去医院做一次最全面的身体检查。赵天雄看着他那副你不去我就绑你去的架势，心中一阵苦笑。刚起来又要奔波，也好，正好看看我现在的身体恢复到了什么程度。秦医生，麻烦你了，他现在可是我们3个人的共享资产，可不能再出问题了。对，共享的，要重点检查腰部和肾功能哦。听到没？从现在开始，你的身体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早点休息，明天开始跟我一起晨跑，不许拒绝。赵天雄一个踉跄，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在一片欢笑声中被秦若雪压着出了门。仁爱医院里，秦若雪亲自为赵天雄进行着各项检查。做报告时，秦若雪看着那年轻化的各项指数，眼神都是医学探索者的狂热。血氧饱和度、红细胞活性，所有指标都趋近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这已经不是医学奇迹了，这是在颠覆生命科学。秦若雪在检查室里疯狂加班，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门外悄然酝酿。一个身穿顶级定制西装、气质桀骜的年轻人正站在走廊尽头，冷冷地看着检查室。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被他保释出来的刘主任。萧少，您亲眼看到了吧？那个小贱人秦若雪，现在把赵天雄那个老东西迷得神魂颠倒。而且我听说赵天雄的身体正在康复，医学界都把他当奇迹。呵，一个本该死掉的人就不该再活过来碍事。萧天的脑海里浮现出前几天他那个不成器的表弟张浩宇被打得不成人形，哭着跪在他面前求他报仇的窝囊样子。张浩宇虽然是个废物，但毕竟是我萧家扶持的人。赵天雄还有那个叫叶冰兰的女人，当着整个华夏投资圈的面打到了我萧家的狗，就是在打我萧天的脸。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办妥了，我们买通了大量媒体，也打点好医学会里我们的人，只要您一声令下，秦若雪使用违禁药物进行非法人体实验的重磅新闻就会立刻引爆全网。赵天雄不是最看重他身边这几个女人吗？那我就先拿他最信任的这个神医开刀，搞臭了他，就等于往赵天雄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萧天满意的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狠辣。很好，我倒要看看一个靠女人续命的老东西，当他的女人自身难保时，他还能有什么本事？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动手！我要让神医秦若雪在今天变成一个人人喊打的魔鬼。检查室内，秦若雪她看着赵天雄明显好转的各项数据，脸上露出了由衷微笑。好了，赵先生，初步检查都完成了。从数据上看，您的身体机能恢复得非常理想，简直是奇迹。赵天雄穿上衣服，看着他开心的样子，也调侃了一句：“那是不是说明昨晚的学术探讨也没什么问题？”这种事还是少一点，多了也影响细胞活性。就在这气氛轻松暧昧的时刻，秦若雪的手机突然疯狂地响了起来，是一个科室同事打来的。喂，小丽，什么事？电话那头传来同事小丽惊慌失措、带着哭腔的声音：“秦姐，不好了，你快看热搜，出大事了！”秦若雪心中一紧，挂断电话，立刻点开了新闻 APP， 标题之下是一篇图文并茂的深度报道。文章将赵天雄的奇迹康复描绘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非法实验，把秦若雪塑造成了一个为了名利不择手段、草菅人命的女医。文章还附上了几张经过精心剪辑和模糊处理的照片，甚至还有一份伪造的标有高危禁药字样的药物清单。秦若雪如遭雷击，手机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脸色瞬间惨白。这是胡说，是污蔑！赵天雄立刻捡起手机，迅速浏览完文章，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刺骨。好狠的手段，这不是普通的舆论攻击，他们要的不是钱，是要毁掉秦若雪的人生。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检查室的门被砰的一声粗暴推开，王院长带着几个医院领导和保安冲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群疯狂的记者。秦若雪，你涉嫌严重违反医师道德和法律法规，现在我代表院方正式暂停你的一切职务，请你立刻配合医学会的调查。秦医生，请问你给赵董事长用的到底是什么禁药？你把它当成你的实验品，你的良心不会痛吗？秦若雪被这阵仗吓得连连后退，无助的辩解：我没有用禁药，这是诽谤。但他的声音瞬间就被淹没在质问声中。他第一次感受到，当整个世界都与你为敌时，那种百口莫辩的绝望。就在他即将被记者包围的瞬间，一只苍老却有力的手将他猛地拉到了自己身后。赵天雄没有看记者，甚至没有看王院长，只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袖口，用一种仿佛在讨论天气的平淡语气对所有人说道：“天雄集团每年为仁爱医院提供超过3000万的医疗设备捐赠，以及1个亿的特殊病症研究基金。”他顿了顿，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了王院长的脸上，眼神平静，却带着审视的意味。我的主治医生在我明确同意的情况下，用合法药物治愈了我的身体，效果大家都能看见。当他现在却被当众构陷，说用我做非法实验，王院长，从道理上讲，你是不是应该先给我一个解释？赵天雄将事实和道理摆在了桌面上，我是你们的金主，你们却在我的地盘上动我的人。这番话的杀伤力远比任何威胁都更加巨大。王院长虽然被收买，但也忘不了眼前的赵天雄是何等心狠手辣之人。赵董，这不是效果好不好的问题，这是道德原则问题。秦若雪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医学伦理的底线，我们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王院长说着，对着门外一挥手，几名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医学会专家走了进来。秦若雪医生，我们正式通知你，医学会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将对你进行停职调查。这是听证会的传票，请你3天后准时出席。医学会听证会现场，有着数百名来自医学界、法律界和主流媒体的精英人士，目光都聚焦在被告席上的秦若雪。观众席第一排，萧天翘着2郎腿，欣赏着秦若雪的无助，嘴角挂着一丝残忍的微笑。叫吧，喊吧，然后去死吧！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权势，让赵天雄那个老东西亲眼看着他看中的人是怎么被我一步步毁掉的。主席台上，专家组长清了清嗓子，宣布听证会开始。听证会开始。王院长作为原告方代表，第一个发言。王院长将一份份证据投放到大屏幕上，声泪俱下。各位专家，请看，这是我们从医院内部拿到的药物使用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秦若雪多次为赵董事长申请了高浓度血清蛋白酶，这在临床上是严格限制使用的。此言一出，会场后排的记者席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骚动。大新闻，这可是能直接定性的违规用药。看来这次是真的抓住把柄，这个秦若雪完了。坐在陪审席的几位医学界太太也纷纷皱起了眉头，交头接耳。太冒进了，太急功近利了。现在的年轻人为了出名，连行医的基本准则都不要了。这个用量已经远超安全标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在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王院长见成功煽动了现场情绪，继续加码，放出经过剪辑的偷拍照。还有这些照片，秦若雪多次深夜私会赵董事长，如果不是进行着不可告人的交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偷偷摸摸？照片一出，现场的议论
论声更大。如果说之前的清单是指控，那这些照片就是对秦若雪个人品德的否决。人们的眼神从专业上的质疑变成了对她个人私生活的鄙夷。面对这些精心编织的谎言，秦若雪气得浑身发抖，她猛地站起来。报告是伪造的，我申请的只是常规营养剂，照片也是假的，我明明就没有。秦医生，请注意你的情绪，现在是质证环节，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我只问你是否在没有完整临床报告支撑、未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批的情况下，擅自改变了对赵天雄的治疗方案。这是一个语言陷阱。赵天雄的康复本就超乎寻常，任何治疗方案的调整都可以被他们曲解为擅自改变。我是根据病人的实时身体状况做出的最优调整。大家听到了吗？他承认了，他亲口承认自己擅自改变了治疗方案，这就是在拿病人的生命当儿戏。一时间，所有的指责、怀疑、鄙夷的目光从四面八方看向秦若雪，她孤零零地站在被告席上，百口莫辩，绝望地闭上眼睛。萧天看到这一幕，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就在专家组长拿起法锤，准备宣布最终裁决的瞬间，听证会厚重的大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证人没到齐，怎么就擅自做决定了？赵天雄拄着金龙拐杖，缓步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跟着气场全开的叶冰兰和神情严肃的夏婉婉。萧天看到赵天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随即靠回椅背。老东西终于来了，怎么想来这里撒泼打滚？可惜这里不是你的董事会，钱在这里不好使。赵天雄没理他，只是对着门口的方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朗声说道：“我的证词早就采纳过了，而我现在只是请来了几位想对秦医生说声谢谢的普通人。”随着他的话音，十几个衣着朴素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中年夫妇，有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脸上却洋溢着重获新生的喜悦。你们是什么人？这里是严肃的医学听证会，闲杂人等立刻出去！保安！其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径直走到被告席前，扑通一声就给惊呆的秦若雪跪下了。秦医生，谢谢您，如果不是您，我的孩子早就没命了。他这一跪，仿佛一个信号，其余十几个人纷纷上前将秦若雪紧紧围住，一声声发自肺腑的感谢响彻整个会场。秦医生，多亏基金会，我这条老命是您救回来的。秦姐姐，谢谢让我能重新回到学校。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记者们疯了一样的按动快门。天哪，这是什么情况？基金会反转，绝对的反转，快拍下来，这才是今天最大的新闻。面对这群突然闯入、声泪俱下的证人，整个听证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震撼。秦若雪专项医疗基金，我好像有点印象，是前几天成立的，专门资助重症贫困患者的。我想起来了，这个基金是匿名成立，不求任何回报的。难道就是他做的？萧天看着眼前失控的一幕，脸色变得铁青。他精心策划的审判，在患者的人情面前，会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肃静！你们这是扰乱会场秩序！保安，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赵天雄缓缓走到会场中央，拿起话筒，目光扫过全场，声音平静却带着力量。各位，你们想看的证据就在这里。一个医生的人品，应该由他拯救的生命来证明。王院长，你刚才说秦医生违规使用了高浓度血清蛋白酶，对吗？没错，药物清单在此，铁证如山。冰兰，叶冰兰会议将一份文件投放到了大屏幕上，那是一份完全公开的采购合同。根据医院的采购记录，在过去3年内，从未采购过任何高浓度血清蛋白酶。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在医院里根本不存在的药物。王院长，我很好奇，一份不存在的药，你是从哪里开出来的？伪造证据，这是赤裸裸的伪造证据。王德发，你简直是我们医学界的耻辱。王院长看着屏幕上的采购合同，大脑一片空白，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了椅子上，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这不可能，合同明明销毁了。确实销毁了，这一份合同只是个伪造版，只是你自投罗网，怪不得谁。赵天雄没有再看他一眼，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萧天。萧家的小子，听说陷害我的人是你表弟张浩宇的授意。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关心医疗公益的路人。是吗？那你一定也不知道，就在半小时前，天雄集团的法务部已经正式收购张浩宇名下的所有公司。赵天雄看着萧天瞬间变化的脸色，悠悠地补上最后一刀。哦，对了，忘了告诉你，负责这次收购的人员叫叶冰兰。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他对你那位好表弟有多想念吧。萧天猛地站起身，眼神仿佛要将赵天雄生吞活剥。他知道自己不仅输了，更是被对方用自己擅长的手段狠狠羞辱。萧天死死地盯着赵天雄，胸口剧烈起伏，拳头攥得指节发白。赵天雄，你很好。他没有再多说一句废话，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场。他知道留在这里只会徒增羞辱。这就走了？哼，京城萧家不过如此。随着萧天的离场，主席台上的专家组长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清了清嗓子，试图挽回局面。杜静，就算药品清单是伪造的，但秦若雪擅自改变治疗方案也是事实，这同样违反了。他的话还没说完，一个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别说他的治疗方案没有得到授权。看到这位老人，主席台上所有的专家全都站了起来，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敬畏。张老，您怎么来了？张伯安没有理会他们，径直走到秦若雪面前，慈爱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丫头做得很好。老师，
随后，他转身面向主席台，将一份签有自己名字的远程医疗指导授权书放在了投影仪上。秦若雪对赵天雄先生的所有治疗方案调整，都是在我的远程视频指导下进行的，所有的责任我一力承担。你们谁有意见，可以来找我。全场沉默。如果说刚才患者们的证词是人情，叶冰兰的证据是法理，那么此刻张伯安的出现，就是来自行业金字塔顶端的绝对权威。专家组长看着授权书上签名，冷汗瞬间湿透后背。他知道，今天这件事已经不是他能下决定的了。误会，这都是误会。既然有张老您的背书，那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我宣布，针对秦若雪医生的一切指控均不成立。话音刚落，赵天雄的脑海里系统的提示音如约而至。主线任务圣洁的守护完成，评价卓越，原有被动技能圣洁庇护已吸收功德之力，进化为人心光环。秦若雪的医者人心将化为更为强大的生命光环，当他对你产生信赖或感激时，光环将激活，使宿主缓慢恢复少量生命力。从免疫疾病升级到每日回血和魔抗了，这下不用担心命的问题了。检测到攻略目标，秦若雪对你的情感产生质变，已从信赖升华为倾慕与依赖，当前关系修正为唯一的港湾。搞定！这波操作不仅救了人，还顺手把萧家羞辱了，刺激！走吧，秦医生，这里太脏了，我们回家。夜幕降临，别墅内灯火通明，餐桌上摆满菜肴。叶冰兰开了一瓶珍藏红酒，亲自为每个人倒上。第一杯，庆祝若雪姐沉冤得雪，王者归来。也敬你们，没有你们，我一个人撑不过来。更应该敬我们的赵董事长，不仅做空了死对头，还顺手抱得美人归，一箭双雕，好手段。叶冰兰的语气带着一丝酸意，赵天雄连忙端起面前的酒杯，一脸正气。我这都是为了正义。再说，你们现在都是集团的骨干，你们的名誉就是集团的声誉，我当然要维护。一口气攻略了2个，还有一个也快了。这人心光环的每日回血，加上女王烙印的减伤，我现在的坦度简直比城墙还厚。赵先生，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已经……都过去了，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秦若雪的心头一暖，重重的点了点头。4人举杯，在温馨的氛围中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晚宴。晚宴结束，3女各自回房休息。赵天雄一个人坐在书房，复盘着与萧家这次交手的得失。萧天这次吃了大亏，绝不会善罢甘休。京城萧家看来得让冰兰提前做些准备了。就在这时，书房的窗外一道红点悄无声息的出现，精准的落在了赵天雄的眉心。赵天雄，龙爷送你的礼物收好了。突然，书房里的赵天雄仿佛感应到了什么，猛地抬起头，直直看向瞄准自己的方向。黑衣人心中一惊，被盯上的恐惧感瞬间攫住了他。他来不及思考，手指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特制的消音弹头划破夜空，击碎了书房的落地窗玻璃。警告，检测到致命威胁，真爱续命卡自动触发。就在子弹即将击中他的一瞬间，一道粉红色能量护盾在赵天雄面前一闪而逝，子弹撞在护盾上，发出一声轻微的叮响，无力地掉落在地毯上。赵天雄看着地上的弹头，又看了看窗户上的弹孔，眼神瞬间变得冰冷。狙击手不是萧家的人，这种不讲规矩、直接下死手的风格，此事危险。巨大的玻璃碎裂声打破了别墅的宁静，楼上3间卧室的门同时打开。什么情况？赵先生。就在他们即将冲出房门的瞬间，赵天雄连忙喝止他们：都别出来，趴下，离开窗户。话音未落，更加密集的枪声响起，子弹扫射向2楼的走廊，将墙壁打得碎尸飞溅。夏婉婉和秦若雪被这恐怖的景象吓得尖叫，缩回房间，死死地趴在地上。叶冰兰则反应极快，一个翻滚躲到承重墙后，同时按下手腕的联络装置。老赵，什么情况？敌袭，狙击手至少2名，方位东南方30层以上高楼，火力压制2楼，目标是所有人。真爱续命卡只能挡1次，可对面火力是地毯式扫射啊，玩不起了。赵天雄翻开桌下的警报器，直连接别墅的安保中心。A 组启动反狙击协议，锁定目标位置。B 组守住所有出入口，不允许任何人进出。C 组到我书房来。别墅的防御系统瞬间启动，警铃声大作，无数道高强度探照灯刺破夜空，扫向4周的制高点。远处高楼上，2名杀手看着瞬间灯火通明的别墅，以及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的黑衣保镖，都愣了一下。妈的，情报有误，这哪是民宅，这是个军事堡垒。任务目标没死，继续压制，为地面小队创造机会。龙爷说了，今晚必须见血。C 组的保镖品自行战术队形护送着赵天雄从书房转移，叶冰兰也趁着火力间隙从2楼冲了下来，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安防系统已经升到最高级，别墅主体可以抵御常规步枪射击，但挡不住大口径穿甲弹。我们成了笼子里的鸟。不是他们进了我的笼子。A 组找到他们了吗？报告老板，已通过热成像锁定2名狙击手。很好，告诉他们游戏结束了。话音刚落，叶冰兰的手机突然响起，是一个加密号码。你说什么？
叶冰兰挂断电话，看向赵天雄，声音前所未有的凝重。赵先生，夏婉婉公司旗下的所有艺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在5分钟前同时收到了代写的刀片和一句话。什么话？管好你家艺人，再敢多说一句，下次收到的就是他们的舌头。叶冰兰的话如同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趴在2楼地板上的夏婉婉再也忍不住了，带着哭腔对着众人大喊：太过分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那些艺人都是无辜的，还有他们的家人。婉婉，你别激动，别大声说话，待在原地。现在最重要的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客厅里，赵天雄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他直接通讯器下令 ：A 组必须抓到活人，我要知道是谁派他们来的。老板，完了，他们自尽了。客厅陷入死寂，任务失败后毫不犹豫的自尽，这背后组织的严密和冷血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灭口，看来对方的背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他们不仅有能力搞到军用级别的武器，还有一批不怕死的死士。不，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威胁艺人这种方式？为了恐吓我们，让我们收手。如果只是恐吓，1颗子弹就够了。他们一边用狙击枪对我进行斩首，一边又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去威胁一群普通人，你不觉得很矛盾吗？赵天雄站起身，在客厅里踱步。狙击我是为了杀我，这很直接，但威胁艺人更像是一种示威，像是在宣告我不跟你玩商业规则，我玩的是地下规则，我随时可以伤害你在乎的人。他们在划定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没错，他们在告诉我商场上的事，他们要用道上的规矩来解决。夏婉婉的新媒体帝国动了他们的蛋糕。夏婉婉在楼上听着，渐渐止住了哭泣，眼神从恐惧慢慢变得愤怒。报警吧，把那2个死者的事解释清楚，不要留下任何问题。另外，去查最近道上的消息，有谁花了大价钱请人。赵天雄决定用对方的规则来回敬对方。就在这时，别墅的门铃突然响了，所有人瞬间紧张起来，举起武器对准大门。老板，门口有一个人没有携带武器，他说是来给您送请柬的。赵天雄和叶冰兰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意外。请柬。几分钟后，一份黑色烫金请柬递到了赵天雄面前。赵天雄打开请柬，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大字：赵天雄先生，闻君初入局，特备薄酒一杯，为您接风洗尘。龙爷。龙爷，竟然是他。2楼，夏婉婉和秦若雪也小心翼翼地走了下来，脸上惊魂未定。龙爷是谁？华夏娱乐圈的地下皇帝，所有叫得上名字的娱乐公司背后多少都有他的影子。他从不上台前，但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他定下的规矩。传闻他心狠手辣，早年靠着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起家，后来洗白上岸，但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所以先是狙杀和威胁，紧接着就是请柬，这不合逻辑。他为什么要主动暴露自己？赵天雄没有说话，他将请柬翻了过来，在请柬的背面还粘着一个小小的透明物证袋，袋子里装着一枚变形的血弹头，而在弹头的下方还有一行小字：听闻赵先生府上进了贼，险些伤了贵体，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您安好。他把证据给了我们。客厅的空气瞬间降至冰点，这已经不是挑衅，而是赤裸裸的羞辱和示威。不，他不是给证据，他是在告诉我，人是我派的，子弹是我给的，但我能把证据送到你手上，就代表你奈何不了我。今晚的事只是一个问候。这也太嚣张了。赵天雄轻笑一声，将请柬和弹头扔在桌上。这叫下马威，他在告诉我，他才是这个城市娱乐行业的阀。他拿起那张请柬，在指尖轻轻弹了弹。鸿门宴有意思，看来这位龙爷是想跟我当面聊聊，谁才是规矩。不能去，这太危险了。对方摆明了不按常理出牌，不能指望他们讲道理。冰兰说的对，对方既然敢用狙击手，就说明他们毫无人性。我们应该立刻将这份请柬和弹头交给有关机构。交给有关机构，然后呢，告诉他们一个叫龙爷的人给我们送了一份礼物，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这份请柬连呈堂证供都算不上。赵天雄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外面恢复平静的夜色。而且你们以为不去就安全了？他今天能派狙击手来这里，明天就能在你们上班的路上制造一场意外，躲是躲不掉的。对付这种人，你越是怕，他越是得寸进尺。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次性把他打到痛，打到他再也不敢伸爪子。你的意思是你要去？当然要去，他不是想跟我谈规矩吗？那我就去告诉他，从今天起，这个城市的规矩姓赵。赵天雄的话掷地有声，客厅里的紧张气氛却并未缓解。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不是商业谈判，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他请的是我赵天雄一个人，这件事也由我一个人来解决。赵天雄转头看向三女，语气变得温和但坚决。你们要做的就是待在别墅里，哪儿也别去。
这里现在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然而三女没有一个人退缩，夏婉婉第一个站出来，眼神里没有了胆气，只有愤怒和倔强。这件事是对着我公司来的，那些被威胁的艺人是我的员工，我是公司的老板，我必须去。赵先生，你忘了我们的关系吗？我们是商业伙伴，现在敌人已经打上门了，你想把我这个首席战略顾问撇开，一个人去打仗，我不同意。最后，秦若雪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医疗箱，开始检查里面的急救用品。我是医生，如果连我的病人都保护不了，我当这个医生还有什么意义？无论你去哪里，你的随行医生必须是我。3段话，3种不同的立场，却表达了同一个决心，生死与共。赵天雄看着眼前这3个寸步不让的女孩，心中百感交集。我靠，这剧本不对啊！说好的我王霸之气一震，他们就乖乖听话呢，怎么一个个都跟要上战场似的？我这该死的魅力！赵天雄知道再劝说是无用的，他长叹一口气，最终点了点头。好，既然你们决定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冰兰，距离赴宴还有3天，我需要你把这位龙爷的所有底细都给我翻出来。记住，我要的是所有商业资料，他名下所有公司的股权结构、财务状况，以及有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污点，是可以用合法手段让他见光的。明白。婉婉，联系所有被威胁的艺人和家人，启动最高级别安保，同时利用你的舆论阵地，把龙哥这个人欺行霸市、打压新人的旧账给我翻出来。我要让舆论先烧起来。交给我。若雪，准备好最全面的急救设备。另外，动用你老师的人脉，帮我联系一下卫生安全部门的领导，就说我怀疑本市部分娱乐场所存在严重的卫生安全隐患，想以集团名义配合他们做一次突击检查。3女各司其职，整个团队开始高速运转。第2天深夜，叶冰兰顶着黑眼圈，将一份厚厚的资料放在了赵天雄面前。查清楚了，龙爷真名龙金山，他的龙腾娱乐帝国最大的资金来源是一家非法的地下诈骗公司。诈骗？对，这才是他的命脉，但是证据链被他藏得很深，我们很难拿到直接证据。找不到证据，那就让他自己把证据交出来。什么意思？他不是喜欢玩规矩之外的游戏吗？那我就陪他玩一把大的。喂，老陈嘛，帮我联系一下华夏网络安全技术大赛的组委会。距离龙爷设宴还剩最后24小时，叶冰兰站在电子屏幕前，上面是龙腾娱乐错综复杂的股权网络。叶冰兰指着屏幕上的一个节点，龙腾娱乐的现金流比我们想象的更依赖那个地下博彩盘口。我已经让天雄集团旗下的风投部门开始接触几家与龙腾娱乐有业务往来的2线娱乐公司。条件呢？条件很简单，天雄集团可以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渠道支持，帮他们摆脱龙腾的盘剥，前提是在适当的时候，他们需要配合我们对龙腾娱乐的院线和发行渠道进行交易中断。釜底抽薪，龙爷以为我要跟他拼刺刀，冰兰却在悄悄挖他的地基，反将他一军。另一边，夏婉婉正拿着平板向赵天雄汇报舆论战的进展。赵大爷，按您的吩咐，我联系了几个以前被龙腾娱乐打压过的老艺人，他们一开始不敢发声，但在我们承诺提供法务和安保支持后，已经有3位愿意站出来接受匿名采访了。夏婉婉滑动屏幕，上面是几篇已经引起热议的文章标题：入行10年，被逼退圈，我所经历的霸王条款，那个扼杀梦想的教父。现在网上对龙腾娱乐的声讨已经开始了，虽然还没指名道姓，但火已经点起来了。秦若雪也走了进来，将一份文件递给赵天雄。我老师已经帮忙联系了卫生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他们表示近期确实接到了多起关于娱乐场所卫生问题的匿名举报，明天晚上他们会依法对全市范围内的部分 KTV、酒吧等场所进行一次常规的突击卫生检查。3条战线，3把尖刀，抵进龙爷的帝国心脏。就在这时，赵天雄的私人手机响了，是一个未知号码。赵天雄按下免提，一个经过处理的沙哑低沉的声音从里面传来：赵天雄，你的小动作太多了，游戏还没开始就这么不守规矩，我很不喜欢。在我这里，合法的才是规矩，某些见不得光的就老是趴着。很好，希望明天的晚宴上，你的骨头还能像你的嘴一样硬。这通电话是警告，也是战术。赵天雄缓缓站起身，走到衣架前，取下了一套早已备好的黑色西装。冰兰备车，现在他等不及了，我也等不及了。赴宴，车队在一座没有任何招牌，但门口蹲着2只石狮子的庭院前停下。这里就是龙爷的大本营龙门会所。赵天雄拄着金龙拐杖率先下车，叶冰兰、夏婉婉、秦若雪3人紧随其后。恭迎赵先生，龙爷已在听雨轩等候多时。庭院门口，2排身穿黑色对襟唐装的壮汉面无表情，看到赵天雄等人齐刷刷的躬身，领头壮汉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但语气和姿态都不容人质疑。别紧张，就当是来参观一个装修的比较复古的农家乐。 4人跟着壮汉走入庭院深处，
一路上所有遇到的唐装壮汉都会停下脚步，躬身行礼，口称赵先生好，纪律严明。这哪是公司，这分明就是个堂口。别说话，注意观察，小心有人忽然动手。最终4人被带到了一座灵活而建的古朴茶室前。赵先生龙爷就在里面，不过龙爷有规矩，见他只能您一个人进去。话音刚落，叶冰兰3人立刻上前一步，挡在了赵天雄身前。我们是赵先生的顾问和医生，必须随行。这是龙爷的规矩。好啊，既然是龙爷的规矩，那我自然要遵守。他将手中的金龙拐杖递给了叶冰兰，在外面等我。放心，我这把老骨头还没那么容易散架。说完，他便独自一人推开了听雨轩那扇厚重的木门。茶室内檀香袅袅，一个身穿白色练功服、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的老者正背对着门口，专心致志地擦拭着一把古朴的紫砂茶壶。他没有回头，仿佛早已知道来人是谁。赵天雄，我等你很久了。赵天雄走到他对面的茶台坐下，看着他的身影。龙爷好雅兴，只是不知道您请我来是想喝茶，还是想喝我的血？喝，赵先生快人快语。他将擦拭好的茶壶放下，提起一壶滚水，开始冲泡茶叶。夏婉婉那个丫头动了我的蛋糕不假，但对我来说，那点生意不过是9牛1毛。他抬起浑浊但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赵天雄。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你，赵天雄。听着这番颇有歧义的话，吓得赵天雄菊花一紧。我去，这老不死的不会想和我来个忘年交吧？那可比嘎人还恐怖无数倍。哦，我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子，有什么值得龙爷惦记的？半截身子入土，赵先生，你太谦虚了。龙爷从身旁拿出遥控器，对后方按了一下。茶室的墙壁上一块屏幕亮起，上面出现的不是什么威胁画面，而是赵天雄这1个月来的所有照片对比。屏幕上，从赵天雄刚出院时那复命不久矣的模样，到董事会上中气十足的枭雄姿态，再到今天鹤发童颜，面色红润。1个月，从癌症晚期到返老还童，赵先生，你这个奇迹比我毕生所见过的任何生意都有趣得多。画面的最后定格在一份被放大的体检报告上，上面癌细胞活性大幅降低，生理机能趋向年轻化等字眼被红圈清晰地标出。他查了我这么多。龙爷消息真是灵通，不过是秦医生的医术高明，加上我运气好罢了。龙爷摇了摇头，眼神如同盯着猎物的饿狼。我的人查过了，秦若雪用的都是常规疗法，所以告诉我，赵天雄，你长生不老的方子到底是什么？把它交给我，整个华夏的娱乐产业，我可以分你一半，否则我不介意亲手把你拆开，一寸一寸地自己研究。龙爷的话语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在赵天雄的耳边。拆开我，龙爷，你是不是忘了现在是什么时代？哦，看来你想让我动手。我今天来赴宴，天雄集团的法务部、董事会都知道。如果我在这里少了一根头发，你猜猜，明天龙腾娱乐的股票会跌掉多少？钱？你以为我会在乎那点钱？你当然不在乎，你在乎的是你那个见不得光的博彩堂口。这句话让龙爷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杀意。看来你确实查了些东西，赵天雄，你比我想象的更不识抬举。他拿起茶几上的一个铜铃，轻轻摇晃了一下，茶室的木门被猛地拉开。之前在门口守卫的8大金刚瞬间堵住了所有出口，每个人都从腰后缓缓抽出了一把闪着寒光的短刀。赵先生，我承认你的胆子很大，但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在这里，我才是规矩，股票、法务部那些东西太远了，而我的刀很近。现在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长生的方子是什么？面对着周围逼近的刀锋，赵天雄的脸上没有丝毫恐惧，他甚至笑了。龙爷，你的规矩过时了。赵天雄不紧不慢地拿出自己的手机，随意地放在桌上。他点开一个直播画面，推到龙爷面前，给你看个有意思的东西。手机屏幕上是一个网络直播间，人气高达1000万，一群年轻的程序员正飞快地敲击代码。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龙爷别急，今年的决赛题目很有意思。赵天雄按了一下手机，将直播间的声音公放出来。好的，现在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由民间大神 K 率领的正义之剑战队已经成功突破了我们设置的7层防火墙。他们的目标直指我们这次的终极靶机——一个匿名的、非法的、来自境外的线上赚米网站服务器。龙爷脸上的肌肉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龙爷，你看这些年轻人多厉害！听说这个网站的服务器藏得很深，但冠军队伍只需要找到漏洞，把后台的资金流水提交给组委会，就算赢。哦，对了，忘了说，为了比赛的公平公正，我们特意邀请了网络安全部门的同志，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进行现场监督。
龙爷手中的紫砂茶杯被他生生捏成了碎片，滚烫的茶水混着血，顺着他的指缝滴落，他却仿佛毫无知觉。你敢阴我？龙爷，这怎么能叫阴你呢？我只是一个热心公益、支持国家网络安全事业发展的企业家罢了。至于那个网站，如果是你的，那你可得赶紧让你的技术人员想想办法。毕竟离比赛结束只剩下……赵天雄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倒计时，最后10秒钟了。赵天雄的话音落下，手机屏幕上的倒计时无情地跳动着，每一秒都像一记重锤敲在龙爷的心上。他额头青筋暴起，眼中布满血丝。3、2、1，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正义之剑战队，他们成功了，他们攻破了靶机服务器，并将所有数据打包提交给了现场的评委组。直播画面里，网络安全部门和经侦部门的评委看着电脑上弹出的海量数据，脸色瞬间变得无比严肃，立刻起身拿起了电话。龙爷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只剩下疯狂和凶狠。赵天雄，你以为你赢了？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好一个不做没把握的事！我的帝国是没了，但是你赵天雄也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我不管什么股票，不管什么警察，今天我要他死，给我剁了他！八大金刚眼中凶光一闪，举起短刀，毫不犹豫地朝着手无寸铁的赵天雄猛劈下去。然而一声巨响，听雨轩的木门被人用破门锤轰然撞开。冲在最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秦若雪。他身后跟着大批身穿制服、手持防爆盾的执法人员。不准动，把手举过头顶。队长，就是他们，非法拘禁，持械行凶。我们是卫生安全联合执法大队，接到举报，此地涉嫌多项严重违规经营，所有人放下武器，抱头蹲下。八大金刚的刀停在距离赵天雄不到1万米的地方，涌进来的执法人员将他们全部制服。龙爷更是如遭雷击，他死死地盯着门口3个女子，仰天长叹：我输了，你早就安排他们发送了位置，不是输给你，是输给了他们。一名执法人员走到他面前，亮出了证件和一张搜查令。我们现在怀疑你的经营场所与一起特大网络博彩案件有关，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你输给了这个时代，龙爷，你的规矩过时了。龙爷佝偻着背，最后一点精气神仿佛被抽干，被执法人员带了出去。赵天雄缓缓站起身，叶冰兰、夏婉婉、秦若雪3人快步走到他身边，围住了他。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赵大爷，你吓死我们了，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叶冰兰虽然没说话，但紧紧握住赵天雄的手臂，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赵天雄看着3女脸上真切的担忧，心中一软。没事，就是有点手抖，我们回家。龙爷塔台引发了本市商业圈的滔天巨浪。经过1周的整合与洗牌，新的秩序已然建立。前龙腾娱乐董事长龙啸天涉嫌多起案件已被拘捕。今日，天雄集团正式宣布将斥资100亿成立新时代文娱联盟。太棒了，冰兰姐，你现在可是新时代文娱联盟的第1任总裁。是我们，你旗下的新媒体公司现在是联盟里话语权最重的成员，你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新媒体教母。还有这个由天雄集团注资，以龙门旧部资产成立的受害者法律援助与心理康复基金，现在由我老师挂名，我来负责具体执行。我们能帮助更多的人了。在经历了风雨之后，3人都站在了各自领域的顶峰，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了坐在壁炉边悠闲地喝着养生茶的老人。他看起来比1周前更加苍老，气色萎靡。又是同步的后遗症吗？这几天你的身体好像越来越差了。好意思说，你们3个一个比一个狠，我这老命真的要交代给你们了。就在这时，赵天雄的脑海里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如天籁般响起。恭喜宿主，你已完美达成心动，终结校花图鉴1周目主线任务，终极羁绊成就。他们的唯一已解锁，正在根据宿主与3位女主的最终羁绊生成终极奖励，奖励生成完毕。来了，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才是真能救我命的。终极奖励发放，一次性奇迹仪式，真爱之吻的祝福。真爱之吻仪式，系统你又搞什么飞机？请宿主依次接受3位女主包含着真爱的、发自内心的亲吻，同时亲吻将激活她们内心最强烈的守护之力，为您消除现有负面状态。赵天雄当场石化，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让我去索吻，对着他们3个，我一个60岁的老头子，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啊？系统，你这是要我老脸丢尽啊？3女看着赵天雄的表情阴晴不定，还以为他又身体不适了。赵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又不舒服了？赵天雄看着3女关切的眼神，又想到系统那不干人事的要求，心一横，眼一闭，豁出去了。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视死如归的语气对3女说道：那个，你们能不能一起亲我一下？夏婉婉、秦若雪、叶冰兰都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大脑一片空白。赵大爷，你说什么？就是一种庆祝胜利的仪式。对，
这个蹩脚到极点的理由，让三女的表情从震惊慢慢变成了想笑又不敢笑的古怪模样。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夏婉婉，她看着赵天雄窘迫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随即，她鼓起勇气，第一个走到赵天雄面前。好呀，我的赵大爷，为了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来。接着是秦若雪，她看着赵天雄，眼神温柔而感激。谢谢你为我扫平了所有的障碍，这个吻是我作为医生对我最重要病人的祝福。最后，叶冰兰抱着手臂，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轮到我了，我的吻可是很贵的。三人没有给赵天雄反应的机会，上前一步，勾住他的脖子，印上他的嘴唇，耀眼的金色光芒瞬间包裹了几人。赵天雄感觉自己的生命力正在疯狂攀升。当光芒散去，赵天雄依然是那个60岁的赵天雄，但他的头发已经漆黑如墨，眼神锐利如鹰。奇迹，真正的医学奇迹！你的身体机能已经完全恢复到了巅峰状态。赵大爷，你再也不会离开我们了。赵天雄抱着怀里的夏婉婉，又看了看身边的叶冰兰和秦若雪，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安定。虽然还是60岁的身体，但这种感觉好像也不赖。赵天雄看着身边环绕的3位绝代佳人，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是啊，我不会离开，因为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